我是瓜皮儿，欢迎收看闪电侠第4季第1期，闪电侠第3季回顾。白瑞打败自己的时间残留萨维塔，神速力也因此失去了控制，对着城市施展起了致命电疗。眼看城市面临摧毁，白瑞只身前往了神速力，凭借自己的凡躯扛下了神速力的惩罚。白瑞这一走就是6个月，这6个月艾瑞斯履行了对白瑞的承诺，继续前行，好好活着。沃利替白瑞肩负起了保护城市的重任。这一期间，实验室从不停歇，沃利全速追击着心灵传输者焦娜，速度再快也难敌瞬间移动。沃利吃了一口大瘪，幸亏乔及时赶到，一发电击枪将肖娜绳之以法。没有凯瑟琳，没有威尔斯，闪电侠小队仅凭4个人就当起了义警。就算是这样，艾瑞斯依旧觉得不够。他每天都会想起白瑞离开前说的话，这直接导致他变成了黑心老板，让员工无偿加班。希斯科思念白瑞的心也越来越强烈。朱莉安在胜利之后回到了老家继承遗产，警局一连失去了2员大将。艾瑞斯这半年来一直在尝试着去接受白瑞的死亡，却没曾想过身边其他伙伴的感受。深更半夜，一位日本武士飞到了沃利希斯科面前，沃利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尝试和他交流，结果对方是他的老乡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把真正的闪电侠带来。希斯科和沃利压根儿没把他当回事儿，却没想到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武士扬言要杀死城市所有人，而他看似拥有这般实力。为了保护城市，希斯科准备把白瑞带回来。这半年来，他没日没夜的研究如何救出白瑞，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办法，艾瑞斯却不同意。在他心里，白瑞已经死了，希斯科得不到帮助，便找到了凯瑟琳。凯瑟琳在酒吧工作了数月，期间已经压制住了冰霜杀手。可这间酒吧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守规矩。得知希斯科的目的是救出白瑞，凯瑟琳瞬间心软，同意了希斯科的请求。隔天，大伙背着艾瑞斯来到了废弃机场，这个他们第一次训练白瑞的地方。凯瑟琳的加入让大伙信心暴增。希斯科的办法就是利用神速力大炮打开神速力的大门，再把充满白瑞的 DNA 的夸克球丢进去，让其代替白瑞遭受折磨。过程就出现了一点小瑕疵，白瑞并没有当场归来，反而是在城市的另一角，一道缺口打破了宁静，甚至连累到了路过的巴士。一道闪电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狂奔出来，满脸沧桑的白瑞光着腚就晕倒在地上。艾瑞斯怒斥所有人，直到乔接起了电话，所有人立刻赶到了警局。晕倒的白瑞被救到了警局，白瑞毫无规律的在墙上画起了看不懂的符号，开口第一句：诺拉不应该来这个时间线。大家误以为是白瑞思念母亲过度，紧接着白瑞开始胡说八道，每句话都极其的押韵。满墙神秘的符号加上白瑞满嘴的放炮，大家只能把他麻醉带回实验室。第一种可能就是白瑞的语言系统出现了混乱，表面上胡说八道，其实更有深层的含义。另一种可能就是白瑞在神速力中超越了时间，实际上被折磨不止6个月，也有可能是6万年，导致白瑞变成了疯子。白瑞醒来之后依旧是满脸懵逼，胡言乱语，在墙上画着鬼的符号，所有人都没了办法。艾瑞斯祭出了自己的必杀技 Need Talk 了几分钟，白瑞不为所动，甚至暴躁地施展起了自己的速度，连沃利都来不及阻止，靠着凯瑟琳才勉强控制了白瑞。就在白瑞被关进超能监狱的时候，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武士又来了。沃利只能扮演闪电侠去迎战，可他毕竟还年轻，而且肤色摆在脸上，日本武士饶了他一命。如果黄昏前真正的闪电侠还不出现，他将摧毁整个城市。沃利被捅断了腓骨，起码4、5个小时恢复，等到那会儿天就黑了。希斯科和凯瑟琳终于破解了白瑞的话，却发现白瑞是24K 纯胡说八道，根本没有其他含义。时间在一点点的流逝，希斯科这半年来就是为白瑞准备好了全新战服，眼下看来是没有机会上场了。乔默默地给孩子刮去了胡子，白瑞扭头温柔一笑，立马开始胡说八道。转眼来到了黄昏，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武士准时登场。为了唤醒真正的白瑞，艾瑞斯想出了一个馊主意，他主动当武士的人质，理由是闪电侠一定会回来救自己。武士也好说话，立马带着艾瑞斯飞上了天。乔火急火燎地跑回实验室去找白瑞，把艾瑞斯有生命危险的事告诉了他。白瑞却疯狂单压 freestyle， 乔在门口苦苦哀求，瞬间白瑞清醒了过来，即便是超能监狱也没能困住他，穿上新战服就赶往了现场。闪电侠回归，白瑞跑出了前所未有的速度，终于成为了世界上最快的男人，没几秒就追上了刚刚离开城市的日本小武士。在真正的速度面前，武功全部都是浮云。白瑞猛地发力冲上去救下艾瑞斯，顺手折断了武士的飞翼。赶过去一看，日本小武士只不过是个机械傀儡罢了，是有人刻意算计了这一切，只为让闪电侠归来。白瑞恢复了正常，却忘记了自己几个小时前画的符号以及胡说八道。白瑞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感觉自己浴火重生，甚至为什么察觉艾瑞斯有危险都不知道。日本小武士的机械头颅被带回实验室研究，幕后黑手另有其人。凯瑟琳晚上特意去酒吧辞职，有些地方好进不好出，冰霜杀手人格瞬间爆发，制服了马仔，这才让凯瑟琳硬气的辞去了工作。某夜，一位 IT 巨头独自乘坐电梯离开，灯光一闪，100层高的大楼电梯开始失控，上下疯狂摇摆。一夜过后，巨头被甩成了肉饼。
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，白瑞精心准备了一份生命的真谛。在希斯科的帮助下，白瑞1秒就看完了《权力的游戏》。过后被拉到了犯罪现场，看着男人死无全尸，白瑞意识到了不妙。希斯科作为警局特邀的助手，立刻黑入了电梯系统。一片密密麻麻的代码让案情有了线索。回到实验室，希斯科开始破解代码的真相。在此期间，他给白瑞的战服全面升级，不仅仅是外观，希斯科在里面植入了数不清的高科技，比如抬头显示器，帮助白瑞定位罪犯，或者是叫外卖。我的脑中突然闪过了外卖小哥拼命给沈内侠送货的镜头，不禁汗毛竖立。端起厚厚的说明书，白瑞看都不想看一眼。此时传送门突然打开，小伙伴们警戒地看着缺口，来者竟是吉普赛。他特意赶来和希斯科约会，但黑客的犯罪生涯并没有结束。另外一位 IT 巨头乘坐纯电动车行驶在公路上，地中海罪犯亲自登场，黑入了电车的系统。白瑞立刻赶往了现场，靠抬头显示器立马找到了 IT 男。艾瑞斯建议白瑞把车带到路口左转处的空地上解决，白瑞却一意孤行选择了右转。他忽略了自己离开半年时间里这条路正在维修，眼看电车摆卖的速度直奔死路，白瑞拿起扳手，瞬间把整个汽车拆得七零八落。IT 男勉强存活，希斯科立马逃出了汽车上的数据库。果不其然，出现了同样的代码。凯瑟琳眼尖地发现了这个代码有点像 DNA， 整合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线索，罪犯是变种人。这边的艾瑞斯意识到自己和白瑞可能有了隔阂，于是两个人决定找直系大妈咨询下感情问题。白瑞拿起报纸，惊讶地发现这6个月里奥利弗陷入了身份危机。心理咨询的过程很顺利，另一边希斯科开始调查线索，他发现受害者全部都是 IT 巨头，却忽略了等着约会的吉普赛。几个小时过去了，他们终于找到了突破口，一张2014年的合影，2名受害者全部都在照片之中，其他3位全部都是现如今的 IT 巨头，只有地中海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此时的地中海已经潜入了警局，黑了机器人，准备远程投弹，一举干掉侥幸存活的男人。手雷爆炸之际，乔呼唤了白瑞，不理会咨询师的意见，白瑞直接跑了出去，手雷瞬间爆炸，时间也凝固了。白瑞赶来抓住了所有爆裂开来的弹片，救了2人一命，代码依旧一样。希斯科找到了真相。2014年，4个人共同开发了一个流氓 app， 没多久他们就卖掉了软件，大赚了一笔。而唯没有成功的巨头地中海叫迪肯，他正在追杀其他3个人，下一个目标一定是照片中的女子。大伙决定暗中保护他。希斯科凯瑟琳想到了一招，用代码打败代码，殊不知他又忘了吉普赛。案件棘手，希斯科被迫取消了约会。吉普赛微笑着说：“没事，你忙吧。”吉普赛微笑地说：“没事，你妈逼。”沃利和乔暗中保护着女人，幸存的男人提姆也来到了女人家中，他警告女人迪肯来复仇了。咖喱吃多的女人毫不在意，迪肯都已经冲到了家里。提姆良心受到了谴责后，对迪肯道歉。咖喱女一副臭屁的表情，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做得对，但她不知道迪肯已经有了超能力。身患糖尿病的咖喱女一直背着胰岛素，救她命的机器成为了夺她命的机器。听到不对劲的沃利立刻冲了进去，拿了一针葡萄糖中和了咖喱女的身体。提姆却被当成了人质，大家一筹莫展。希斯科回想起吉普赛的话，越想越害怕，感情纠纷影响了他的工作进度，找到吉普赛道歉，因为他深知女孩说没事就等同于宣布了男孩的死刑啊。在地球，今天是111节，是情侣专属的节日，所以吉普赛才会生气，但希斯科保证今天会好好补偿他。突然他想到111正是对抗肯迪的专属代码，也在此时肯迪强迫提姆把所有事昭告天下。根据电视信号，希斯科找到了定位，他也和凯瑟琳研究出了对抗他的药剂。既然他的 DNA 代码是2进制的1和0，那么他的药剂就是1+1+1，直接消除肯迪的超能力。闪电兄弟赶往了现场，迪肯也察觉到了闪电侠战衣里的各种特性。希斯科好心办坏事，白瑞的战服被黑入，一抬手，低配版钢铁侠的手炮直接轰向了沃利。沃利昏倒之后，白瑞直接变成了肯迪的玩具，白瑞连动都不能动，通讯设备被掐断。提姆趁机溜走，迪肯一分神，给了白瑞喘息的机会，拿起公用电话给实验室打了过去。现在战衣脱都不能脱。希斯科为了防止身份败露，给白瑞加装了锁死功能，一转眼白瑞变成了充气娃娃，这就是为了防止白瑞昏倒在水面上的功能。紧接着战衣就准备自爆了，这居然是希斯科为了防止白瑞黑化设计的功能。大伙想出最后一招，让白瑞绕圈圈丢闪电，把自己的战衣电到短路，一句必胜台词出口，白瑞猛地绕起了圈，一道闪电直接劈向了自己。短暂的昏厥之后，白瑞制服了迪肯，希斯科也按照约定给了吉普赛补偿。迪肯被关进了特制监狱，但他们并不知道典狱长也不是什么好鸟，幕后黑手正一步步地引导着所有事情的发生，仿佛每一件事儿都是在他的计算之内。他聪明到仅是一听就编写了第8交响曲未完成的部分，按照他的推算，
肯迪果然被关进了特制监狱，接下来只要安排其他11个人即可。男人第二个目标贝基，所有事情都按照男人的计划进行。贝基是一个极度倒霉的人，仿佛走到哪里厄运就跟到哪里，这恰好是男人利用他的优势。某天，贝基赶上了一班巴士，巴士上人不多，迪肯正是其中之一。随着一道光芒，巴士12个人的命运被全部改变。沃利兴奋地举着礼物和玫瑰等着传送门的另一边。杰西没来，威尔斯一个人来了。但杰西给沃利准备的留言，或者说是分手通知。地球2有个东西叫分手立方体，来自亚特兰蒂斯，顾名思义就是用来分手的。但是立方体坏了后半段的留言，全凭威尔斯的转述。警报突然响起，3家银行同时遭到抢劫。罪犯正是贝基。走下巴士那天，他拥有了超能力，聚集周围万物的运气于自身。凡是他路过的地方，周围的事物都会变得倒霉。钱还没带走，闪电侠就赶到，结果倒霉的工人打翻了一桶弹珠，拜瑞脚一滑，摔出几米高。监控什么也没有拍到，只调查出了贝基的身份信息。随便一翻，发现这个女人生平除了倒霉就是倒霉。威尔斯科学地解释了这个女人为什么会制造厄运，他管这叫量子纠缠，离散量子粒子相互连接，巴拉巴拉巴拉。各位懂了吧？拜瑞的高科技战衣有了关键的线索，贝基的衣服上还有大量的暗物质，他们只需要调查关于暗物质根源即可。乔的老宅子发生了一些故障，众所周知，美利坚在某些地方可是相当的贵，维修费用高达15000美金。有这样的钱还不如买个新的。乔线索的纠结，贝基这边吃日大餐，偶遇了出轨的前男友，厄运就这样降临到了前男友的身上，这一切尽在男人的掌控之中。希斯科和威尔斯开始调查暗物质的根源，两个天才之间产生了一些科技纠纷，拜瑞赶来帮忙。等他们来到根源后，发现这里竟然是拜瑞逃出神速力的地方，而那辆被连累的卡车竟然就是罪魁祸首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救了拜瑞，也意外制造了一巴士的变异人。希斯科认为这是厄运的诅咒，威尔斯反而觉得这是科学能解释的。两个人又一次产生了科技纠纷。一天过去后，乔的老房子下水道漏水，各种倒霉的事降临到了众人头上。若不是房子里充满了自己和孩子的回忆，乔早就想换一栋新房子了。贝基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，玩着刮刮乐。拜瑞找了过去，想和他聊聊，将巴士的事情全部都说了出来。贝基眼看自己身份暴露，周围的厄运立刻降临。拜瑞还没回过神来，贝基已经离开了。拜瑞也发现，只有接近贝基才会倒霉。老房子损坏，沃利被甩，这些只能算是单纯的倒霉，和贝基无关。但是倒霉的事情依旧没停。希斯科找到威尔斯求和，这才得知了地球2的事儿。威尔斯给女儿重组了后勤队，结果女儿因为忍受不了父亲的严厉，把创始人踢了出去。无处可去的威尔斯才来到了地球1。突然，量子力场的警报响起，贝基的厄运范围迅速扩散，半个城市开始跟着倒霉，就连天上的飞机都因为撞上了鸟开始坠毁。所有事情指向了一种可能，贝基碰上了前所未有的大好事。贝基这会儿在赌场赢了几百万，厄运影响粒子加速器，第2次爆炸随时可能爆发。天上的飞机加速器的爆炸摔晕在老房子的塞西尔，如果贝基继续赢下去，所有人就死定了。拜瑞立马来到赌场劝说贝基收手，倒霉的他脚一滑，自己给自己戴上了意志手铐。威尔斯和希斯科全力维修着粒子加速器，拜瑞只好戴上手铐，不使用超能力去劝服贝基。随着贝基越赢越多，其他人也变得更加倒霉。老房子各种故障，乔和塞西尔无处可逃，拜瑞还被广告片压着动弹不得。威尔斯突然想出了一个办法，让粒子加速器爆炸，随着倒计时，加速器瞬间爆炸，所有人的厄运才立刻消除。飞机成功迫降，加速器爆炸所释放的电荷波直接中和了贝基产生的危险量子。威尔斯管这叫玄学操作。贝基被关进了特制监狱，威尔斯也决定留在自己的地球1的家，反正女儿暂时不需要自己。根据卫星的热感应，威尔斯调出巴士上一共有12个人，已经抓住了2个，还剩10个。晚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沃利消失了，因为沃利去了地球2找杰西讨个说法。2个人都认为应该专注于自己的成长。沃利打算离开城市，回到蓝谷老家找个朋友，然后继续自己的英雄生涯，告别了家人。闪电小子短期之内也不会再出现了。众人平静下来，威尔斯说出了自己的推断。日本小武士突然来到这个城市找闪电侠，紧接着逃出神速力的拜瑞就意外创造了一巴士的变种人。这一切表明幕后黑手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，他刻意引导了所有事情的发展，只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切的推理全在男人的掌控之中，因为这也是他的计划之一。他精确计算了每一件事情发生的概率，时隔3周，有2位变种人被捕，送进了特制的监狱中。前几天险些死在女友手里的希斯科通过补偿挽回了自己的小命，和吉普赛过上了短暂的同居生活。兴奋头还没过，一个充满杀气的男人传送了过来，出手就是杀招。穿着裤衩的希斯科抱头鼠窜，男人同样拥有震波能力，拎起小鸡仔希斯科就准备干掉。吉普赛赶紧出来阻止希斯科陨落。原来这个面露凶险杀气十足的男人就是希斯科的老岳父。希斯科把岳父带回了实验室，参观一下自己的工作环境，顺便让朋友和他一起过家家，假装自己是老板，想给岳父留个好印象。威尔斯给希斯科拉到了一边 talk，
同样身为人父，威尔斯自然知道认可一个女婿看重的是什么。Fine, upstanding, smart, well-groomed young man. Any father would be happy to have you date his daughter, except me. Jesse's off limits. Went for the compliment. 打了希斯科的脸后，告诉他要做真实的自己，要对吉普赛的心是真诚的，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希斯科这边取悦老丈人的事告一段落，大伙开始调查司机，却发现司机已经身亡。随身遗物上的一个名片吸引了白瑞。拉尔夫·迪布尼，这可是白瑞当年的死对头。自从当年被踢出警局后，拉尔夫干起了私家侦探，做事手段以赃为主，追查什么出轨偷人就是家常便饭。这边心怀不轨的拉尔夫刚被赏了嘴巴子，白瑞就赶了过来，看着眼前的死对头，两个人的对话火药味十足。拉尔夫恨透了他们，故意说自己没在巴士上，心里却在想，这暗物质不会是瘟疫吧？看这货没救了，白瑞扭头就走，转眼仇家就找上了门。拉尔夫被倒挂在房顶上，突然像路飞一样拉长了自己的身体。白瑞扭头一看，果断把他带回了实验室。欧巴的大长腿一路延伸到了实验室外面，这下受到惊吓的拉尔夫全盘托出，暗物质导致拉尔夫的细胞可以无限拉伸，人送外号蒙奇蒂·迪布尼。毕竟是死对头，拉尔夫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给了白瑞，一向好脾气的白瑞都差点暴走，一个喷嚏下去，拉尔夫的脸像狗屎一样摊成一片。另一边，希斯科还在尽力讨好岳父，表现得像个怂货，岳父都觉得这娃配不上女儿，还拿自己杀过人吓唬希斯科。岳父突然间立下游戏规则，24小时之内不使用任何超能力，他将会和希斯科玩个猫抓老鼠的游戏。现在12个人已经抓住了3个，拉尔夫还没干什么坏事，而且也不知道自己变异了。其他人都把他当成了普通人看待，但是白瑞心里始终不信任他。显然拉尔夫以前干过让白瑞失望的事情，为了拿到拉尔夫变成橡皮人之前的 DNA， 白瑞和艾瑞斯重新回到了拉尔夫的侦探事务所，早已被仇家折腾了个底儿朝天。慢慢的，白瑞打开了话匣，5年前入职不久的白瑞接到了第一个案子，领头警长就是拉尔夫。案件是丈夫谋杀妻子，警方没有任何线索指控男子，直到拉尔夫找到了带有指纹的匕首，最终男子被判入狱。可能也是碍于白瑞的母亲也是死于匕首，他突然想检查一下证物，结果却发现一切都是拉尔夫伪造的。之后，拉尔夫被赶出了警局，男子被无罪释放。打那之后，白瑞再也没有相信过拉尔夫。刚刚找到 DNA， 一枚定时炸弹就发生了爆炸。白瑞搂着艾瑞斯直接穿墙到了楼下，一声巨响后，事务所被烧成了灰烬。肯定有个人比白瑞还讨厌拉尔夫，要不然不至于想要炸死他。乔立马调查了通话记录，发现拉尔夫通话次数最多的竟然是市长。白瑞找到拉尔夫想问个清楚，拉尔夫对市长的事避而不答，无奈之下只能找到市长问个究竟。市长吐露了实情，他的一次出轨被拉尔夫拍到了，为了不让家庭破裂，市长选择给拉尔夫封口费，却发现这是一个无底洞，这让白瑞更加不信任拉尔夫了。结果市长就让手下弄死拉尔夫，当然包括白瑞和乔2个知情人。凯瑟琳非常信任拉尔夫，他觉得拉尔夫和自己一样，突然获得了自己厌恶的超能力，而且相信拉尔夫本质不坏。一瓶药剂下肚，拉尔夫恢复了原样，而且还可以自由控制皮肤。拉尔夫先给自己弄出了腹肌，还说自己像极了克里斯·海姆斯沃斯。紧接着，白瑞和乔愤怒地回到了实验室，怒斥拉尔夫臭不要脸。这会儿反而是拉尔夫暴走了，白瑞走上了人生巅峰，自己却有一顿没一顿的苟延残喘。一切都怪当年白瑞举报了自己。曾经拉尔夫是个好警察，他只是想让有罪的人遭受法律制裁，仅此而已。伪造证据是他最后的办法。拉尔夫相信市长也不是好鸟，要点钱当养老金也不足为怪。只是拉尔夫并不知道白瑞是闪电侠，两个人甚至动起了手。另一边，岳父早已开始猎杀希斯科，为了活命，希斯科玩起了碟中谍，但这普普通通的高科技根本困不住岳父，吓得希斯科撒腿就跑。岳父看见了白天的录像，看见拉尔夫的时候，他瞬间暴走。橡胶人曾经毁了他的地球，希斯科有惊无险地活了下来。乔带着啤酒和白瑞谈心，其实白瑞心里一直有些惭愧。拉尔夫当年只是为了把犯人绳之以法，和闪电侠干的事大同小异，但他就是抹不开面子向拉尔夫道歉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市长派来的杀手把自己送上了门。小小杀手并不能把闪电侠怎么样。白天，白瑞见过市长的这2个手下，足以证明市长要杀人灭口。白瑞打去电话，让苟活的希斯科查到了拉尔夫的位置。此时，拉尔夫再次会见了市长，准备交易。不甘心被白瑞瞧不起，拉尔夫这次是来销毁证据的，他不想活在阴影里。市长却依旧想要杀人灭口，只可惜拉尔夫现在刀枪不入，子弹当鼻屎。白瑞赶了过来，正要阻止市长，岳父赶过来暴打了2个人，他就是要搞死橡胶人。市长趁机劫持了赶来的乔，白瑞敌不过老岳父，被打得满地找牙。希斯科立刻武装赶了过来，欺负我可以，打我哥们儿不行。看着自己的女婿用生命守护朋友，老岳父终于接受了希斯科，这个女婿他喜欢。乔已经被市长拉上了直升机，如果靠震波上去的话，传送门会撕裂整架直升机。白瑞把希望寄托在了拉尔夫身上，借此机会摘下面具，向拉尔夫坦白了所有事情，并道了歉。
被认可的拉尔夫感觉干劲十足，一招橡胶拳成功拉住了直升机。白瑞立刻踩着手臂冲了上去救了乔。惊吓过后，乔告诉白瑞塞西尔怀孕了。这件事乔埋在心里好久好久。粒子加速器第二次爆炸的那个晚上，他犹豫该不该说。老岳父欣然离开了地球仪，放心把女儿交给了希斯科。白瑞闲暇之余替拉尔夫收拾好了事务所，他这次不是来干架的，是给拉尔夫介绍工作的。这份工作就是加入闪电侠小队。况且拉尔夫本来就是一个极度正义的人。两个人一拍即合。临走前，白瑞纳闷拉尔夫为什么会想到去调查市长呢？拉尔夫说出了一个客户的名字，让白瑞背后发凉啊，迪沃。这个咒语和萨维塔都说过的名字，白瑞逐渐和拉尔夫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一起买奶茶的路上还遭遇了劫匪，这刚好可以成为拉尔夫第一个考验。倒霉的罪犯一枪子弹下去被弹了回来，又一枪下去爆了自己的后门。也就是这次考验，两个人对英雄定义产生了分歧。拉尔夫觉得抓住罪犯是第一位的，白瑞觉得保护平民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回到实验室，赶快寻找迪沃的下落，这又谈何容易呢？光凭一个人的姓氏，鬼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迪沃呢？虚头巴脑的拉尔夫一顿帮倒忙，威尔斯意识到自己可能需要些外援来调查迪沃。拉尔夫恰好乘坐了巴士，只可惜这家伙记性不好，车上的人是男是女都忘了。白瑞和艾瑞斯把他介绍到了知心大妈这里恢复记忆。一顿催眠后，拉尔夫想起了一部分，有个哥们儿一直在哭，还有一个背着野牛图腾的女人，其他的想不起来了。此时背着野牛图腾的女人来到了一家工厂，复活了石豹子，借刀杀人。现场的尸体看起来就像是被巨型动物咬断的，而在现场唯一一个动物就是石豹子，什么奇怪的能力他们没见过。白瑞果不其然发现豹子嘴里有血迹。另一边，威尔斯召集了自己的外援，来自平行宇宙的威尔斯们，真是辛苦了威尔斯的扮演者汤姆，一个人出演了整个平行宇宙，还得当编剧。希斯科万万没有想到，威尔斯就连朋友都是自己。关于石豹子这边，暗物质是必不可少的。受害者是个拍卖师，前不久刚刚卖了一个野牛项链，而且这个项链还必须由3部分组成，也就是说还有2个受害者。拉尔夫穿上了自己的战衣，弹性超好的连体雨衣。此时野牛女人已经开始施暴了，她复活了身边的骑士，正要拿走项链，白瑞和拉尔夫赶到。为了保护受害者，白瑞只能放走了野牛。好在监控拍下了野牛的面貌，他叫米娜，曾经是个老师，因为在博物馆里偷了苏族的文物被开除，现在却变成了激进分子。拉尔夫对白瑞放走米娜的事情耿耿于怀，他觉得抓住罪犯应该是最重要的。威尔斯这边毫无进度，平行宇宙的自己看起来非常不靠谱。骂走了所有人后，他决定继续靠自己。这个时候乔传来了消息，装甲车正在押送文物，车上有项链的第2部分。白瑞和拉尔夫再次赶到，这回复活的是个蜡像，一拳打飞了白瑞。拉尔夫坚持自己的立场，选择去追击米娜。白瑞被偷袭之后摔断了肋骨，连带着一些倒塌的电线杆子正砸向了平民。白瑞根本站不起身子，于是指挥拉尔夫去救人。拉尔夫为了不放走米娜，选择了拒绝，也阴差阳错的把米娜弄晕了过去。电线杆子压断了小女孩的腿，这都是因为拉尔夫的固执造成的。女孩被送进了医院，如果电线杆子偏一点，孩子就死了。拉尔夫满心自责，满眼全是后悔。另一边，威尔斯一个人闭门修行，独自调查迪沃。希斯科发现了事件的根源，威尔斯之所以没有朋友，是因为他打心里就不喜欢相信其他威尔斯，尝试将心比心，也许威尔斯们会给他帮助。威尔斯给自己们道了歉，在威尔斯的带领下，其他几个威尔斯也相继接受了对方。3个威尔斯开始利用自己的所有优势进行调查，而拉尔夫还在无尽的自责。他当私家侦探的时候，根本不用担心百姓的安全，只要是一顿实锤就能够赚钱生活。加入小队后，他成为了一个英雄，需要为整个城市操心，这对他来说太难了。白瑞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他，英雄道路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，遇到了困难你可以找我帮忙，我就是你的知心大妈。晚上，米娜被关进了监狱，从身上掏出曲别针就撬开了手铐，操纵着穿着警服的假人协助自己越了狱。米娜来到博物院盗取了第3部分，早有准备的白瑞、拉尔夫赶了过来，这一次他复活了霸王龙的骨架，这种玩意白瑞也没有对付过呀。2个人是手足无措，拉尔夫刚刚拦下了米娜，转眼看去管理员马上就被霸王龙吞了。拉尔夫立刻选择救人，好在拉尔夫刀枪不入，能让霸王龙当泡泡糖嚼着玩。白瑞这边也找到了米娜的弱点，苏族的文物就是他的弱点，端起个大盆往天上一扔，米娜一分神，瞬间就被铐上了意识手铐，解决了第3个变种人，关进了铁山监狱，特制的监狱。拉尔夫知道了米娜是为了把族人的东西带回去，于是偷偷的把属于他们的东西打包快递，顺丰到付。这也是无形之中当了一次匿名英雄。拉尔夫终于当上了真正的英雄，他偷偷来到病房看望女孩，把自己的手当动物气球哄女孩开心。
另一个好消息传来了，经过几个威尔斯连夜研究，他们终于锁定了迪沃。这是一个极度低调的男人，平日里当着大学教授，殊不知身份被发现这件事儿也全部都在迪沃的掌控之中。他和妻子完美的伪装，硬是唬住了白瑞。可白瑞这一登门拜访，正中迪沃下怀。迪沃和闪电侠诞生于同一天，4年前的粒子加速器爆炸。4年前，迪沃只是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，普通到上课全员开小差。看似一事无成的迪沃，却有一个贤惠的妻子玛丽兹。迪沃始终觉得自己不够聪明，没有办法理解所有知识。他设计了一顶可以提高大脑开发率的帽子，玛丽兹当然义无反顾地帮助了他。可他们意识到没有足够的能源驱动这顶帽子，粒子加速器是最好的机会。威尔斯正对着全城宣布启动自己的粒子加速器，玛丽兹当众向威尔斯提出了问题：来自未来的斯旺又怎么不知道迪沃是谁？微笑地说，这次的实验会改变你我的一生。众所周知，这次的大爆炸是斯旺故意为之。迪沃夫妇也推断出了这种情况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迪沃静静地等待着加速器的爆炸，所有观众仓皇而逃。迪沃淡定地戴上了帽子，加速器瞬间爆炸，闪电劈向了迪沃的头顶。就这样，第二个被闪电眷顾的男人诞生了。打那之后，白瑞变成了极速者，而迪沃成为了思考者，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。大脑得到了极限开发，肌肉却在急速萎缩。迪沃俩脚离地了，病毒上不去了，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。他当然想知道下场会如何，才刚超脱凡人就命不久矣。他只想靠着自己改变更多的人。逐渐的，迪沃只能坐在轮椅上，身体快速恶化让他变得脾气暴躁。看着丈夫一心求死，玛丽兹再也坐不住了，她为丈夫打造了一台维持生命的轮椅，也就是迪沃现在一直坐着的。这些事情白瑞肯定不知道。迪沃和玛丽兹瞒天过海，隐瞒了所有事情。乔认为这就是一对有爱有童心的夫妻而已。每一集都被骗的白瑞凭直觉就知道这个人不简单。没有搜查令，即便身在警局也是无能为力。早在门口埋伏已久的小伙伴也只能暂时撤退。看这张慈祥无害的脸，实验室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可能是幕后黑手，白瑞却坚持自己的立场。大伙解散后各自忙各自的了。艾瑞斯留了下来和白瑞 talk 了一下。1周后他们要举办婚礼了，艾瑞斯希望他放轻松点，白瑞可不打算就这么善罢甘休。他偷偷来到了迪沃的课堂上，等到下了课，白瑞走上前问他4年前粒子加速器爆炸时在哪儿，还问他最近有没有坐过巴士。迪沃虽然没有直接回答，可白瑞也不是傻子，言语之间就能听出迪沃得有挑衅的意思。递出一张名片后，白瑞就假装离开，电光石闪之间就顺走了迪沃的水杯。实验室大费周章开始调查，却发现迪沃的 DNA 和正常人一模一样，根本不可能是变种人。事实上，迪沃也确实不是变种人，他不过是大脑得到了极限开发。这一下，实验室的小伙伴更加不相信迪沃就是幕后 boss 了，反而觉得白瑞过于多虑了。白瑞让西斯科震波水杯调查线索，看到的只是迪沃在家和妻子吃饭。白瑞气得不想说话，小宇宙都快要爆发了。艾瑞斯又 talk 了一下，指责白瑞太急躁了。搬出7天后的婚礼让白瑞压压惊，大伙儿再次解散。白瑞竟决定独自调查个究竟。资料还没看完就被恶人先告状，迪沃跑到了警局投诉白瑞，说他没有搜查令，3番2次来打扰自己的生活。辛格局长给了白瑞一个眼神，白瑞立马晦涩向迪沃道了歉，打发走了迪沃夫妇。局长警告白瑞，查案必须要有绝对性的证据，如果他再来投诉你的话，我也保不住你的工作了。不甘心的白瑞继续开始调查，他发现玛丽兹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家庭主妇，这就是一对贼夫妻。艾瑞斯开始恳求白瑞收手，可是白瑞又怎么会听呢？独自一个人回到了实验室，看着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日本武士头盔，越看越不对劲儿。一点细微的声音让白瑞发现了问题，针孔摄像头。意识到不妙之后，白瑞偷偷摸摸来到了迪沃的家中，却不知自己又中了圈套。眼见玛丽兹驱车离开，白瑞立刻穿墙进了屋内，掏出手电开始四处寻找线索，什么都没来得及找到，就听到了动静。白瑞只能选择离开，把监控器拿给实验室的小伙伴看了一下，还把自己夜闯民宅的事情说漏了嘴。西斯科发现监视器早就坏了，众人对白瑞又是无语又是无奈。白瑞被逼疯了，开始向他们解释。一通电话把白瑞拉回了警局，迪沃又投诉了，而且这次有充分的证据。昨晚白瑞被监控偷拍到了，身为警员依法犯法，辛格局长只能让白瑞停职反省，换做别人，白瑞早就被抓进监狱了。先是所有人的不信任，又是丢掉了工作，白瑞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找出证据。停职后，白瑞违反禁令，再次找到了迪沃，这次他打算不惜代价找出证据。白瑞直接问他是不是迪沃，迪沃也不演了，摊牌了，他就是幕后黑手啊！他直呼白瑞闪电侠的身份都暴露了，白瑞也就不用担心那么多了。迪沃把4年前的事情全盘托出，一副你知道的再多也拿我没办法的表情。迪沃告诉白瑞，也许你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，但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，就算你把所有平行宇宙人都找来，也不及我1/10的智力。2个人正式宣战，只是白瑞不知道，战争还没开始他就已经输了。最直接的证据让实验室所有人都相信了白瑞。一群棋子该如何对抗骑士呢？就在此时，沃利旅行归来，少年泰坦让他受益良多。迪沃这边酝酿着更大的计划，他想要的不仅仅是打败闪电侠。实验室里白瑞大婚将至，伙计们准备给他办一个最后的单身派对，
费利西蒂也特意赶了过来，迪沃的事情暂时往后稍一稍，他们要先给白瑞办完婚事。女士们也准备组队去消遣。凯瑟琳自从在酒吧辞职之后，就有些心不在焉。单身派对正式举行，希斯科收集了白瑞从小到大所有的录像，端着酒杯，一起回味着20多年前的回忆。时光境迁，乔的小儿子都快出生了。拉尔夫赶过来后一看，顿时傻眼。传说中的单身派对就是集体看视频，二话不说，拉着哥几个直奔夜店。进来一看，居然是穿衣舞俱乐部。这倒是符合拉尔夫的性格呀。入场条件：没收所有手机，防止拍照。来到这种纸醉金迷的地方，几个老实孩子都玩不起来。希斯科特意给白瑞调制了一小瓶普通人一闻就上头的特制酒，今晚给闪电侠放下。一小瓶特制酒下肚，白瑞直接嗨翻了天，大喊大叫说自己就是闪电侠，幸亏没人相信他，就连威尔斯都玩嗨了。众人看着穿衣舞表演，瞬间傻眼，这货不是塞西尔的女儿吗？乔赶紧把他拽了下来，自己将来就是他老爹了。孩子说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，来穿衣舞俱乐部就是为了证明真正的女人穿什么衣服都行，还没教育几句，哥几个一回头，白瑞满嘴辣酱，抱着鸡翅哭着说太香了。希斯科后悔自己调制了烈酒。此时拉尔夫的老仇家主动过来挑事，看着自己被侮辱了，拉尔夫冲上去就跟对面拼命。乔这个警察还没示警就被按倒在地上，聚众斗殴的下场就是被全部带回了小黑屋。另一边，女士们吃着大餐，喝着香槟，和白瑞这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马仔突然找上了凯瑟琳，有些地方踏进去就很难全身而退。马仔的眼球里瞬间伸出一只触手，直接扑向了凯瑟琳。为了不让姐几个被弄死，冰霜杀手只能出现掌控了凯瑟琳的身体，任凭马仔再恶心也敌不过冰霜杀手啊。冰霜杀手重新出现后，让艾瑞斯蒙圈了。既然逃不过，那这次就准备斩草除根。他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。艾瑞斯赶紧联系白瑞，结果电话迟迟打不通。冰霜杀手这边已经赶到了酒吧，一路上没人敢拦他呀。酒吧老板艾米奈特一直把冰霜杀手当成了自己的左膀右臂，冰霜杀手的离职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损失。艾米奈特不久前抓来了一个变种人，拥有能赚大笔钞票的能力，男人留下的眼泪会变成违禁品，卖给黑帮能捞一大笔钱。就算这样也动摇不了凯瑟琳，他就是不想和黑恶势力平起平坐。谈不拢，艾米奈特就准备动手。潜伏了半天的艾瑞斯赶紧出来劝架，说了一个防止酒吧被砸烂的借口，带走了凯瑟琳。然而这并不算完，起初凯瑟琳找到艾米奈特帮忙，主要是想消除冰霜杀手的能力。艾米奈特是全城最大的黑市老板，专门倒卖变种人和高科技。到最后，凯瑟琳发现自己就是个好客，根本消除不了体内的冰霜杀手，而那个一流眼泪就能卖钱的男人，也正是巴士12人之一。没有闪电侠，他们只能靠自己解决了。凯瑟琳约了艾米奈特在小树林里决一死战，可艾米奈特走到这个位置也不是省油的灯，一手铁拳能打能防，凯瑟琳根本不是他对手，他内心还是下不去杀手。警方闻讯赶来，全遭毒手，凯瑟琳趁机逃走，冰霜杀手的人格退去了，凯瑟琳都记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。另一边，监狱里的白瑞慢慢醒了酒，可怜的乔身为警察也被关了起来。聪明的威尔斯是唯一一个没有打架的，直接把他们全都保释出来了。女士们这边商量着对付艾米奈特的计划，凯瑟琳为了不让自己失控伤害无辜，选择在实验室看家。费利西蒂没多久就定位了艾米奈特的位置，三个人偷偷的来到了交易地点。艾米奈特高价把哭泣男人卖给了黑帮，艾瑞斯两个人还没出手就被活捉了起来。怀有身孕的塞西尔根本无法帮忙，凯瑟琳不放心，还是跟了过来，打算用自己的命换回艾瑞斯和费利西蒂。眼看着艾米奈特准备杀死所有人，凯瑟琳怒吼了一声，一股寒气瞬间席卷了打手。冰霜杀手及时出现，保护了凯瑟琳。面对艾米奈特的铁拳攻击，冰霜杀手只能架起一团冰墙来拖延时间。菲利西蒂指挥着塞西尔开启了工业磁铁，大吸铁石直接把艾米奈特的铁拳吸了上去。冰霜杀手立马准备杀人灭口，以绝后患。艾瑞斯瞬间开始 talk， 毕竟冰霜杀手还没杀过人，杀了第一个就会直接破功。艾米奈特临走前放下狠话，他总会有一天找到凯瑟琳复仇。哭泣男人趁机逃了出去。宿醉过后的白瑞一众人终于回到了实验室。这个单身派对两边都没过好，凯瑟琳逐渐控制了冰霜杀手，把今晚的事儿告诉了大伙。经历了一晚的九死一生，是时候商量婚礼的事儿了。艾瑞斯邀请凯瑟琳当自己的伴娘，哭泣男这边就没那么幸运了，迪沃直接干掉了他。巴士12人都是他用来升级自己的工具。7天后，白瑞精心打扮了自己，邀请了所有朋友一起来参加婚礼。奥利弗团队、女超人、明日传奇全部腾出时间。一位皮肤黝黑的年纪轻轻的小女孩出现在现场，当着服务员，她激动地询问白瑞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就好像这场婚礼对她来说至关重要。所有人到齐之后，艾瑞斯牵着乔走进了大堂，卡拉亲自给好朋友白瑞配着 BGM， 白瑞的眼泪止不住的打转。等了20多年，他终于要迎娶自己最爱的女人。乔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儿子，司仪正在协助新郎新娘宣誓。突然，一群黑衣人破门入，奥利弗警戒地站在白瑞身边，为首的人看起来如同是黑化版的女超人，二话不说就扣动了扳机。
白瑞瞬间抓住了所有子弹，火风暴也立刻变身前去迎战，火力疏散了所有平民。情况危急之下，凯瑟琳不得不变身冰霜杀手，手中一把40米长的大砍刀劈头盖脸砍向敌人。敌人为首的女人把卡拉吸引到了空旷的地方战斗，两个女超人拥有同样的力量，两个人不分上下打了个5-5开。另一边，奥利弗立刻掏出弓箭，在危急时刻救下了威尔斯。萨拉提起了阿拉丁神灯，杀向了敌人的另外一个弓箭手。卡拉还在和敌方超人周旋，希斯科协助奥利弗传送到了敌人的另一个首领面前。两个旗鼓相当的弓箭手自然也是难分伯仲。卡拉被打进了教堂，希斯科被砸晕在地，被打急眼了的卡拉一巴掌下去，巨大的冲击波打伤了黑女超人。眼看偷袭不成，反被吊打，敌人立刻消失在了烟雾中。可是他们没有带走所有人，萨拉已经把另一名弓箭手干翻在地，敌人被关进了超能监狱。希斯科依旧昏迷不醒，对于袭击者的身份，他们毫无头绪。这一群人不仅知道所有人的秘密身份，还和奥利弗·卡拉打了个5-5开，就好像在打自己的镜像。想要得到答案，就只能去问活捉的人质。另一边，计划失败的敌人还在商讨着下一次的计划。如此知己知彼，是因为有人暗中帮助他们。一道红色闪电赶来，幕后黑手斯旺斥责两个人也逐一摘下了面具。德国工人党版本的奥利弗和卡拉，他们的由来还得从地球 X 说起。有这么一个平行宇宙，他们的2战胜利者是德国，自然之后的所有事儿都被彻底改变了。在这个黑暗的世界，奥利弗和卡拉成为了眷侣，是一对专门搞事情的坏人。一位无名英雄奋力抵抗着他们的组织，没过几招就被奥利弗活活打死。单单统治了一个地球并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，于是他们准备攻打平行宇宙。此时实验室里，男子摘下了头罩，是奥利弗死掉的4年挚友汤米。奥利弗支走了所有人，想要自己单独和汤米聊聊，可是这个汤米已经黑到了骨子里，根本不会对任何人招供，说完就服毒自杀了。德意志的奥利弗自然察觉到了兄弟的死亡，本就愤怒，再加上斯旺的出言不逊，黑奥利弗准备直接干死这个外乡人。斯旺也是不挨欺负的人，卡拉赶紧拉开了两边情绪化的男人。另一边，众人开始调查工人党的下落，一台光学仪器遭到了入侵，监控显示正是工人党所为。白瑞和卡拉立刻赶到了现场，奥利弗骑着心爱的小摩托迟迟赶到，那心里叫一个气呀！为什么自己没有超级速度，但是工人党有备而来？他们的目的是偷走棱镜，执行下一步入侵计划。为了让白瑞这边死得有尊严，工人党摘下了面具，看着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对手，众人傻眼了。尤其是斯旺的存在，本应该被时间线抹除的斯旺卷土重来，这就是扰乱时间线的后果。而且斯旺此时的脸还是威尔斯的，斯旺戴上面具，立刻和白瑞开战。其他两个人也纷纷开始对付自己的镜像。奥利弗可是早有准备，克什制作的弓箭让他打了工人党一个措手不及。被惹毛的工人党打算杀人泄愤，镭射眼直接轰塌了一栋建筑的大楼，三人马上赶过去救人。卡拉顶起了整栋楼，白瑞快速救走了所有人。奥利弗借助弓箭快速在大楼之间搭起了固定网，人是全救了，棱镜被偷走了。威尔斯解释他们拿走棱镜的目的，制造一枚中子弹，他们必须赶在工人党成功之前找到他们的位置。奥利弗的克星剑起到了关键作用，他们开始分析工人党卡拉的血迹。另一边，斯旺已经开始着手制造中子弹了，就差一个足够能源的电池了。趁着德意志奥利弗去找电池的功夫，斯旺开始挑拨离间，想要达成最终计划，德意志奥利弗就必须得牺牲一件事，要么是帝国，要么是妻子卡拉。因为卡拉命不久矣，卡拉为了预防这种情况，已经做好了打算。白瑞这边所有天才开始调查德意志卡拉血液中的辐射成分，不但勾起了3年前白瑞被欺骗的阴影，还回想起了自己已故的妈妈，可能自己一辈子都摆脱不了逆闪电了。奥利弗过来告诉白瑞，已经定位了敌人的位置，所有人全副武装，准备迎接这场战斗。如果战败的话，那就有另外一个德意志崛起了。实验室里边的米克还沉浸在热狗当中，一转眼小伙伴全都前往了战场。众人直捣黄龙，来到了敌人老巢。斯旺直接吸引走了白瑞，其他人对抗其余的工人党，找了半天也没发现德意志奥利弗，这明显是调虎离山。德意志奥利弗已经赶到了实验室，威尔斯见机不妙，立刻拉响了警报，主力输出现在全部都在敌人老巢。奥利弗突然被杀来的德意志卡拉打倒在地，艰难地睁开了眼睛，看着自己的伙伴们被德国卡拉蹂躏。另一边，德国奥利弗直奔实验室寻找电池，没赶上队伍的米克成为了最后的输出，好在冰霜杀手及时出现，可两个人也难敌杀人不眨眼的奥利弗。菲利西蒂立马召集了绿箭侠小队，他们最熟悉奥利弗的作战方式，尽管干不掉他，也能够拖延足够的时间。隔壁的奥利弗也加入了战斗，卡拉的到来立刻打退了德意志，一个由克星为核心制成的机器人成了卡拉最大的障碍。医院大将失去了战斗力，奥利弗和白瑞立刻败下阵来，全员被德意志活捉了起来。斯旺嬉皮笑脸地看着他们，自己被白瑞杀了那么多次，终于有机会杀死白瑞了。当然，成功完成任务的还有德意志奥利弗。德意志卡拉的病情开始恶化，现在只需要用卡拉的命换德意志卡拉的命。奥利弗等人被送到了地球 X， 醒来后卡拉已经不见踪影，生死未卜，而他们连自身都难保。
四处抓来的平民抵抗者全部都被关了起来，还有一个男人因为爱上了一个男人被抓了起来，脖子上的意志项圈让他们有力使不出。地球一这边，希斯克终于醒了过来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德意志关进了超能监狱，所有人都被囚禁了起来。卡瑞被关进了实验室，斯旺继续坐着轮椅扮演威尔斯。红色太阳光可以快速弱化克星人，让他们和常人一样，这也方便他们做心脏移植手术。幸存的艾瑞斯和费利西蒂早早躲在了管道里，看着发生的这一切。两个人必须想办法救出所有人。另一边，地球 X， 德意志集合了所有犯人，人群中走出一个德军上校，长得和卡瑞的父亲兰斯一模一样。他命令手下把众人押送到了别处，跟着一起来到的还有喜欢男人的男人。奥利弗刚想反抗，就被项圈电到麻痹。来硬的显然是行不通了，众人被押送到了行刑场。德意志士兵扣动扳机的一瞬间，被一阵寒气攻击。冷队斯纳特赶了过来，救下了所有人。敌人一瞬间的分神，给了众人反抗的机会。可惜此斯纳特非彼斯纳特，爱上男人爱上的就是斯纳特这个男人。他特意赶来救爱人。摘下项圈后，哥们儿立刻化作了一缕金光，击退了所有敌人。两个人偷偷把拜瑞他们带到了反抗军基地。金光男人叫雷，斯纳特却叫里昂。雷也来自地球一，自然知道如何帮助他们回去。德意志总部有一个巨大的传送门，那是平行宇宙唯一的通道。反抗军首领温突然赶了过来，他们为了炸毁通路已经筹备了数年，现在德意志首领全都不在，是行动的最好时机。这也间接等于了摧毁拜瑞回家的路，怎么商量也没用啊！温现在立刻就要炸掉通道，挽回地球 X。军令如山，里昂和雷也不敢说什么。卡瑞的姐姐亚历克斯再次找到温商量，在原本的地球，温是卡瑞最好的朋友。如果摧毁通道，卡瑞必定是九死一生。温之所以这么固执，是因为德意志手里有一台毁天灭地的武器，一旦开启，若干地球都要被遭到毁灭。时间不等人啊，必须摧毁通道。善良的里昂很想帮助奥利弗众人回家，他偷偷和雷商量着要不要违抗军令。两个人一拍即合，准备暗中协助他们回家。首先，他们要闯过几百个德意志士兵的看守。拜瑞1秒钟查看到了设施的警备等级，进去后无法使用任何超能力。打败几百个士兵容易，可没有超能力该如何接近通道呢？温看到他们这么执着，也决定帮一把。1个小时后，他们会摧毁通道，这宝贵的1个小时是他能给出的最大期限。奥利弗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，步上1兵1卒就可以进去。他伪装成了德意志奥利弗，在首领面前，小弟们也不敢多说一句话。奥利弗顺利进入了内部，逼真的演技骗过了所有人。可兰斯一眼就察觉出了异样，毁灭装备已经准备就绪，只要奥利弗一声令下，平行宇宙就会遭到毁灭打击。为了不露出破绽，奥利弗只能允许攻击，内心却是慌的一匹啊！地球一，卡拉马上就要进行心脏移植，艾瑞斯和菲利西蒂偷偷溜进了超能监狱，想要放走所有人。2个弱鸡士兵被直接敲晕，可大门却迟迟打不开。菲利西蒂立刻给明日传奇小队发了求救信号，手术在斯旺的操刀下开始进行。卡拉表示，如果我出了意外，我的表弟会把你们一网打尽。刚要开刀，躲在密室的菲利西蒂就切断了实验室所有电源，手术被迫终止。聪明的斯旺察觉到自己的密室里有人，赶过去后他们早已逃走。2个人趁机赶过来救了卡瑞，刚刚抬走了卡瑞，就遭到了克什机器人的阻止。3个人被全部活捉。此时毁灭装置已经来到了地球一，卡瑞的手术也迫在眉睫。德意志奥利弗果然陷入了纠结，帝国和妻子之间必须做出选择。他命令斯旺继续完成手术，想恢复电力就必须通过费利西蒂。正要一记手刀威胁他，卡瑞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，他想牺牲自己，留费利西蒂和艾瑞斯一命。费利西蒂帮他们恢复了电力。地球 X， 奥利弗因为知道内部的消息不够多，已经逐渐演不下去了。兰斯把地球 X 的费利西蒂抓了过来，想从奥利弗眼中得到怀疑的证据。虽然他不是来自地球一，但是这里的费利西蒂是个善良的人。奥利弗立刻掏枪瞄准了兰斯，露馅之后，奥利弗赶紧杀死了所有士兵，把枪给了费利西蒂，让他逃走，这才解除了所有防御。拜瑞依靠速度冲了进来。奥利弗刚刚的战斗之中意外摧毁了控制器，想穿越通道还是得靠暴力。眼看行动败露，温立刻下达命令炸毁通道。里昂再次违抗军令，给了所有人报了信儿。反抗军的红旋风已经全速前进，前往通道，准备实施炸毁计划。想回家就必须拖延红旋风。拜瑞想起了斯纳特的话，制定计划，执行计划，计划失败，随机应变。拜瑞和雷负责拖延红旋风，奥利弗带队负责启动通道。拜瑞和雷全力冲刺到了红旋风面前，红旋风像一个莽夫一样只知道往前冲，想要拖延他并不容易。拜瑞被拉到了天上，有速度也用不出来。雷赶快冲了过去接住拜瑞，2个人在地上翻滚的功夫，红旋风已经埋头冲向了通道。另一边，士兵消灭的差不多了，斯泰因建议杰弗逊分头行动，启动器必须2个人配合才能打开。奥利弗和里昂清理着赶来支援的德意志，拆分开的火风暴不堪一击。2个人被火力压制的动弹不得，眼看敌人的支援越来越多，斯泰因拼上老命冲过去启动开关，却在半路中弹倒地，一把年纪扛着流血不止的身体艰难地爬向了开关。启动开关前再次中枪，通道被开启，可红旋风马上就赶到了。
白瑞开始绕圈圈丢闪电，雷也射出一道光束，2道激光同时击中了红旋风，任务完成。斯泰因越来越危险，杰弗逊立刻化身火风暴带他回去治疗。里昂和雷一起前往了地球仪，地球仪上斯旺的手术刀已经划开了卡瑞的皮肤，却怎么也切不开。原子侠此时正用身体抵住了刀刃，别拿后干掉了所有人。接到讯号的明日传奇及时赶了过来，钢铁公民放走了超能监狱里的所有人，一转攻势。穿越通道的众人也赶了过来，德意志奥利弗一剑切断了原子侠的战俘，卡瑞还没有恢复力量，费利西蒂站在他面前保护他。就在此时，奥利弗挟持了德意志卡瑞，斯旺也趁机救走了2个人。另一边，传奇团队遭到了克什机器人的阻挠，然而面对一群无脑射激光的变种人，机器人挺了几秒钟就原地暴毙。杰弗逊立马把斯泰因带回了飞船接受治疗，2个人意识相连，杰弗逊也吐血倒地，凯瑟琳赶快为他们进行止血，2个人的情况越来越糟，过不了多久就会一尸两命。斯泰因看得出来自己马上就要死了，如果不立刻切断2个人火风暴的联系，杰弗逊也会跟着一起死掉。2个选择摆在面前，斯泰因早把杰弗逊当成了自己的儿子，为了儿子他甘愿牺牲自己。随着药剂涌入体内，斯泰因毅然决然地切断了2个人的联系，独自停止了心跳，换来的是杰弗逊年轻的生命。斯泰因的离开打击了所有人的信心，看着自己的老战友死在自己眼前，众人失去了斗志。杰弗逊独自来到了斯泰因的家里，将这一噩耗传给了他的家人。另一边，德意志的卡瑞也只剩1小时的寿命，奥利弗决定放弃帝国，也要拯救妻子。悲伤并不能停止战争，白瑞这边也已经集结了所有人。德意志奥利弗告诉众人，交出女超人，他们就会撤离地球仪。然而奥利弗直接挂断了电话，为了斯泰因，他们要干死这群德国工人党。毁灭装置开始无脑袭击城市，大批德国士兵四处杀害无辜百姓，烟雾中走出一群黑恶势力，两边非得拼个你死我活才能终结战争。希斯科和威尔斯驾驶着乘波号攻向了毁灭装置，面对一群怀揣着特异功能的人，德国士兵的数量越来越少。斯旺突然向白瑞杀了过来，2个宿敌之间也必须分出胜负。此时卡瑞飞到了德意志卡瑞面前，就算只能活1个小时，卡瑞也选择开战。凯瑟琳带着传奇小队趁机来到了毁灭装置上，3个人负责破坏飞船的防护罩，争取足够时间摧毁装置。希斯科把控制权交给了威尔斯，自己传送过去帮忙。地面上2道红黄闪电依旧在对决，如今 Barry 的速度有了质的飞跃，对抗起斯旺根本不吃亏。2个克星人也把战场转到了云层之上，威尔斯借机启动了他娘的意大利炮，直接轰烂了毁灭装置。希斯科顺利带回来凯瑟琳，Barry 生擒了斯旺，打算一手刀彻底把他抹除。然而闪电侠从不杀人，Barry 放走了斯旺，让他滚回自己的时间线。德意志的卡瑞离死不远了，如果他心脏停止跳动，就会产生巨大爆炸。卡瑞抱着他直奔宇宙飞去，巨大的冲击波撕裂了天空。德意志奥利弗不战而败，奥利弗一剑杀死了自己。昏迷的卡瑞如同陨石般坠向地面，钢铁直驱的钢铁公民及时接住了他，战斗大获全胜。里昂和雷帮了大忙。要说里昂和斯纳特最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轻易近人。临别前抱了抱 Barry。战后，众人为斯泰因举办了葬礼。杰弗逊哭着说完了悼文，今后他必须要好好保护斯泰因的家人。大家一人一铲子埋葬了斯泰因，送走了其他人。拜瑞想要完成最后的婚礼，奥利弗也打算和费里西蒂成婚，把星城的迪哥拽了过来。在司机侠的见证之下，2对新人迈入了人生的第一个坟墓。对拜瑞来说，这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呢？80-12人仅仅是敌我用来升级的经验卷轴。敌我和闪电侠正式开战，一边是看似手无寸铁的瘸子敌我，一边是没有任何证据只能暗中对抗的 Barry。 而敌我已经使用了多次苦肉计，目的让警局知道 Barry 在针对自己这个老百姓。新婚加上新年， Barry 在家拆着朋友们送来的礼物，一把精致的餐刀让 Barry 在手里摆弄了半天。另一边，敌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，坐轮椅能坚持的时间不多了，他必须尽快执行自己的重生计划。夜晚，凯瑟琳一个人喝着咖啡，威尔斯特意过来陪她。有了之前地球 X 危机等等经历，凯瑟琳发现冰霜杀手比自己更受欢迎。威尔斯正在安慰她。艾米奈特硬闯咖啡店，冰霜杀手正要出现保护凯瑟琳。艾米奈特立刻铐上了意识手铐，绑架了凯瑟琳。街角另一侧，Barry 和艾瑞斯准备置办点新家具，敌我赶了过来，袭击了 Barry。Barry 换上战衣，送走了艾瑞斯，自己独自冲过去对抗敌我。招数就像被破解一样，敌我也生擒了 Barry。 短短几分钟，2个人同时被绑架。Barry 身处的地方根本侦拨不到，就连凯瑟琳身上的寒气都无法追踪，想要同时找到2个人根本不可能。Barry 醒来后就已经被关在了敌我的密室，高强度的电网让 Barry 无处可逃。看着不紧不慢赶来的敌我， Barry 知道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干掉自己，老谋深算的敌我又怎么会轻易被猜出计划呢？在他的眼里，Barry 的智商和婴儿一样。此时，乔和威尔斯登门找人。Barry 担心乔会有威胁，开始无能狂吼。快速伪装的敌我还在装着无辜，看着2个一脸杀气的朋友，敌我让他们随便搜查，找到 Barry 算他输。Barry 正打算穿墙出去，这道屏障比他想象中的要复杂。
白瑞想劝玛丽萨弃暗投明，还警告了他，如果继续跟迪沃一路走到黑，俩人的婚姻早晚会成为牺牲品。玛丽萨显然不服气，说自己的丈夫也是凡躯，但他的大脑超脱凡人，没有人能够打败他。凯瑟琳被绑架到了一栋废弃医院，艾米奈特今天不需要冰霜杀手，需要的是凯瑟琳。他抓过来了一位拥有心灵感应的变种人，这个人自然也是80-12人之一。可是在抓捕过程中不小心伤害了男人的大脑，有买家出高价要这个人。黑市巨头艾米奈特只能抓凯瑟琳过来进行手术。男人慢慢醒了过来，他叫多米尼克，恳求凯瑟琳救他出去。两个命苦的人坐在一起聊起了受害经历。多米尼克拥有心灵感应，很容易知道别人在想些什么。手术环境极度恶劣，连最起码的卫生都无法保证。两个人试图逃跑，没有冰霜杀手根本无法成功。艾米奈特还是抓住了他们，他非但没有惩罚凯瑟琳，还给他讲了个故事。粒子加速器爆炸之前，自己只是个空姐，爆炸后才一步一步掌控了自己的人生，成为了最大的黑市巨头。但凯瑟琳不一样，没有冰霜杀手之前，凯瑟琳就已经靠自己掌握了人生。当然，比比赖赖这么多就是为了手术。凯瑟琳东拼西凑找了一堆设备，给自己和多米尼克分别戴上了口罩，假装手术失败，病人当场死亡，实则是放出了整瓶麻醉药。凯瑟琳逃出去拆下了手铐，实验室的小伙伴也顺利得到定位。艾米奈特赶来下杀手，橡皮人拉尔夫及时赶来，和希斯科一同击退了艾米奈特。临走前，拉尔夫还不忘要了一波微信号。白瑞这边因为得知了迪沃只是凡躯，开始利用快速震动达到了人眼看不到的频率，巧妙地骗过了迪沃，逃出了屏障。正准备抓捕迪沃，立刻被轮椅传送到了城市上空。在空中，闪电侠的速度起不到任何效果。迪沃打算用电疗把白瑞重新抓回去，却被光速抽搐巧妙地躲了过去。轮椅失去动力，坠向了大海。紧急时刻，希斯科的充气娃娃模式启动，白瑞成功迫降，迪沃坠入海中失去了踪迹。白瑞和凯瑟琳同时回到了实验室，迪沃夫妇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，没有任何音讯。众人开始聚在一起过圣诞节。凯瑟琳邀请了难兄难弟多米尼克，希斯科还收到了吉普赛的分手立方体。威尔斯刚想解释这不是，希斯科手快地启动了机器，一段不堪入耳的窃窃私语给大伙儿听得一脸懵逼。白瑞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说是家里有快递，赶回去后再次接到了电话，是混入人群的多米尼克打来的。反转正式开始。开头说过，是有个很大的买家要从艾米奈特手中买走他，这个人正是迪沃。迪沃的重生计划包含了当晚白瑞和凯瑟琳经历的一切。多米尼克赶去聚会的途中被绑架到了迪沃手里，迪沃坠入大海也是为了骗过白瑞。他的重生计划就是占据多米尼克的身体，这样不但解决了身体疾病，还拥有了心灵感应能力。80-12人每个人都已经安排了命运。当然，迪沃并不打算伤害贝瑞的家人，起码现在不会。有快递倒是真的，迪沃的大礼就是自己遗弃的身体，还有白天送来的那把充满指纹的精致餐刀。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陷害白瑞。迪沃提前报了警，辛格局长带人破门而入。这一刻，时间静止了。白瑞看着家人的照片，坦然面对了现实。他有机会跑，而且没人能察觉，但这样等同于承认自己是杀人犯。迪沃慢慢悠悠地和玛丽兹回了家，白瑞被当成杀人犯抓进了警局。晚上和迪沃的战斗，白天摆弄的餐刀，所有指纹和 DNA 全部证明了白瑞是凶手，加上玛丽兹在葬礼上的精密表演，没有人相信白瑞的清白。希斯科黑入了监狱的系统，白瑞才可以靠速度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伙计们。迪沃这边还在继续盘算着后面的计划。玛丽兹对眼前这个人熟悉又陌生，心里出现了一丝怀疑，立刻被迪沃感应了出来。第二天，法院开庭，塞西尔是白瑞的辩护律师。白瑞身为警察，依法犯法刺杀百姓，凭借这一点，对方律师就可以大做文章。对方拿出了早前警局对白瑞的停职证明，里面包括了白瑞早期骚扰迪沃的档案，加上案发现场的 DNA 和指纹，一系列证据实锤了白瑞的杀人动机。何况迪沃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残疾人。与此同时，一家银行室内所有人全部昏倒在地，希斯科只能接替白瑞来到现场调查。满屋子的暗物质直指犯人就是变种人，是80-12人。辛格局长也想照顾白瑞，但人赃并获，谁也没有办法。况且他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警察，法院要求他出庭作证。辛格把当时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法官。轮到塞西尔辩护。5年前，辛格亲自从大批赶来面试的人中选中了白瑞。辛格看中的就是白瑞的善良和正义。就在白瑞这边扳回一点人性优势的时候，对手律师拿出了白瑞休假6个月说事儿。那段时间，白瑞被困神速里，辛格自然不知道具体情况，只是通融的批了假。加上白瑞2年期间迟到72次，辛格都没有给过白瑞惩罚。他一直100%相信白瑞的人品，恰好这一点被对方当成了疑点。他怀疑白瑞有另一个秘密身份，甚至诬陷辛格和白瑞同流合污。
在场除了自己，没有人知道这期间白瑞是通过闪电侠维护和平，反而引起了陪审团的倒戈。此时当了多年私家侦探的拉尔夫开始暗中调查玛丽兹。玛丽兹在家中和多米尼克热吻的镜头被拍了下来，捉奸还是拉尔夫的拿手好戏。白瑞这边休庭后开始商量计策，两个选择摆在面前，白瑞含冤入狱，或者白瑞告诉所有人自己是闪电侠，后者既可以证明自己的无辜，还可以说通所有事儿。希斯科和威尔斯还在调查着罪犯，凯瑟琳发现晕倒的人全部都是辐射中毒，如果这个人体内有放不完的辐射，那他和行走的核弹没什么区别，对付起来也相当困难。另一边，法庭请出了玛丽兹出庭，玛丽兹突然开着奥斯卡，潸然泪下的演技博取了众人的同情。也在此时，乔和拉尔夫及时赶到，拿着不久前拍到的证据给了塞西尔。出轨照片足以证明玛丽兹刚才说了谎，姐们立即开始即兴表演，说自己几个月前和迪沃一起认识了多米尼克。迪沃知道自己给不了幸福，于是怂恿玛丽兹去和多米尼克接触。女人一边泪流满面的解释，一边引导陪审团步入自己的陷阱，硬生生把多米尼克说成了泄欲的工具人，说自己心是迪沃的，身体则是陪着多米尼克。这他妈多么扯淡的解释，把陪审团给唬得一愣一愣的。眼看对方这么不要脸，塞西尔劝白瑞说出秘密，但白瑞根本下不了这个决定。艾瑞斯看不下去了，直接找离开的玛丽兹 talk， 只有他们两个人，玛丽兹也没必要表演了。同样身为人妻，艾瑞斯终于见到了比自己还狗的人。艾瑞斯的小宇宙在谈话之后瞬间爆发，推门就冲进了法庭，直接打算说出惊天的大秘密。时间再次凝固，白瑞起身冲向了他，搂着艾瑞斯进入了神速力模式。在这个绝对静止的时间里，两个人进行了 talk。 白瑞希望艾瑞斯不要说出真相，如果闪电侠的身份告知天下，自己的所有家人都会受到牵连，他要像父亲亨利一样等待正义的到来。说完，白瑞回到了座位上，艾瑞斯立马改口编了个瞎话。另一边，实验室终于定位了犯人的位置，希斯科和威尔斯赶了过去，发现了一辆运载核废料的卡车，却不知道司机就是犯人。两个人无功而返，当然被对手的不要脸逼急了的还有乔。他和拉尔夫悄摸地来到了玛丽兹家中，打算栽赃陷害玛丽兹。拉尔夫赶紧让他放弃了这个念想。首先，这不一定就能证明白瑞的清白；其次，如果被发现的话，乔这身警服可就得脱了。思前想后，乔还是听从了拉尔夫的建议，毕竟拉尔夫曾经就因为伪造证物被摧毁了人生。画面回到法庭上，塞西尔经过白瑞的同意，放弃了辩论。也就在此时，行走的核弹还不知道自己的危险，在大马路上漫无目的的走着，身边的人接连中毒倒下，巨大的辐射开始蔓延。实验室不得不通知了法庭上的白瑞，白瑞顾不得法官的情绪离开了法庭，只有闪电侠才能阻止核弹人。白瑞赶过去后也开始辐射中毒，想阻止他只能把他冻成冰块。冰霜杀手又要出来打工了，凯瑟琳变身赶到现场，也不多问，直接执行了任务。然而这种温度根本阻止不了核弹的温度，哥们儿随时会爆炸。白瑞打算在他身边急速奔跑，制造出一片真空环境，控制辐射范围。白瑞自己的身体快速腐烂，却依旧不停地奔跑。希斯科将男人释放的辐射传送到了地球15。据威尔斯说，地球15是一颗死星。犯人被制服，白瑞再次拯救了世界。同时，法院宣布了判决，白瑞将以1级谋杀罪的罪名被关进监狱。尽管这样，白瑞还是在安慰着所有人的心情。如以前，迪沃主动找了过来，白瑞也察觉到了迪沃不仅仅可以占据别人的身体，还可以占据别人的超能力。就像迪沃一开始说的，战斗还没开始，白瑞就已经输了。警局全程感谢了闪电侠今天的壮举，并颁发了英勇奖杯。法庭对全城宣布了白瑞今天的审判，无期徒刑。白瑞被关进了铁山监狱，和巴士变种人们同一个监狱。不是什么好鸟的典狱长贼兮兮地看着白瑞，露出了坏笑。独自坐在牢房的白瑞转过头看向了墙壁，上面深深地刻着父亲亨利的名字。转眼过了1个星期，暴乱的监狱，狱警和罪犯互相伤害。白瑞坐在床上焦躁不安，看着场面越来越失控。白瑞起身制服了所有囚犯，照常的午休时间。白瑞看到了自己亲手抓进来的小魔术师沃克。沃克认为监狱里所有的人都是无辜的，特别是远处那个大块头。沃克沉浸在打饭阿姨额外赠送的布丁之中，刚想和白瑞进一步交流犯罪经验，胃里开始急剧翻滚。白瑞刚想离开，立马有人找麻烦。典狱长及时出现，吓跑了囚犯。他转告白瑞有家属探视。看着艾瑞斯，白瑞把所有的烦心事儿抛到了脑后。其他小伙伴一直没有闲着，全天24小时调查迪沃一家人，只等一个证据救出白瑞。转眼到了晚上，沃克的腹泻越来越严重，被送到了医疗室。看着狱警逼逼赖赖，医生抬手就扎晕了他。打饭阿姨和医生全是沃克的老妈伪装的。越狱后，乔来到了案发现场，典狱长给了乔特别关照，让他直接接触了白瑞。得知情况后，白瑞很想帮忙抓回沃克，却因为囚犯身份不得不放弃。
监狱外的城市依旧混乱，劫匪绑着炸弹威胁警方，屋内的人质一个接一个消失在了他身后。拉尔夫肩负起了守护城市的重任，不正经的即兴表演是拉尔夫打击罪犯的风格。炸弹被拉尔夫刀枪不入的身体直接吞噬，市民亲切地称他为弹力人。接手闪电侠后的第一个任务就顺利完成，拉尔夫变得有点膨胀，毕竟自己的身体刀枪不入啊。离开监狱后，乔就查出了打饭阿姨的身份佐伊，和老魔术师当年是搞事夫妻组合，母子俩人已经来到了秘密基地。老妈之所以退隐江湖这么多年，全是因为老魔术师就是个老渣男，不顾妻儿自私自利，所以这次救出儿子就是为了亲自陪伴他。沃克早就把老魔术师当成了模范老爹，他才不想跟老妈去过平凡人的生活。为了重新得到老爸的认可，沃克打算去挑战一下城市新英雄弹力人。佐伊无奈对孩子选择了妥协，沃克准时开启了直播间，送给了路过的老铁一发炸弹。拉尔夫看这家伙连超能力都没有，信誓旦旦地赶往了现场，使用出了拉尔夫style，炸弹根本伤不了他一根汗毛，其他的都是白给。沃克拿出滋水枪，一阵硫酸泼下去，拉尔夫终于体会到了疼痛的感觉。希斯科赶紧过来救走了拉尔夫。沃克制造的超级硫酸泼在正常人身上直接穿孔啊！尽管是拉尔夫也被烧透了皮肤，本以为自己刀枪不入，这下拉尔夫打心底里产生了恐惧。监狱里，白瑞坚持锻炼身体，找事的几个家伙再次针对白瑞，掏出小刀刺向白瑞。大块头突然杀来，绝对的力量面前，这群人都还不了手。救完白瑞，转身深藏功与名啊！第二天午休，白瑞急切地等着家属的探视，根本不知道拉尔夫遭遇的一切。刚好看到大块头在健身，他之所以会救白瑞，全是因为报恩，报亨利的救命之恩。魔术师在外面也一直没有消停，每天准时开启直播间。这次母子俩绑架了一对情侣，准备上演硫酸炖肉，两个人再次挑战弹力人。可拉尔夫这次真的怕了，自信心碎了一地啊！看着希斯科特意为他准备的新战衣，也提不起干劲儿。离开实验室后，拉尔夫悄摸来到了监狱，遇到了难事，拉尔夫只想告诉白瑞，他怕这次自己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经历过多少次九死一生的白瑞自然知道这种心情。白瑞只告诉他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克服恐惧战胜敌人，才能让生命变得更有意义。看着白瑞100%信任自己，拉尔夫也决定放手一搏。另外一边，希斯科、威尔斯和冰霜杀手赶了过去，刚接近了人质就发现自己中了圈套，两个人分别被铐上了意志手铐。艾瑞斯扛起枪就准备过去支援，重拾信心的拉尔夫掏出新的战衣就赶了过去。此时威尔斯正忙着中和超级硫酸，拉尔夫及时赶到为他争取了时间。面对超级硫酸，拉尔夫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，把沃克活活踹晕。佐伊搬动开关，一整桶硫酸就喷向了希斯科凯瑟琳。拉尔夫义无反顾地用身体撑起了一把伞，杀猪般的嚎叫过后，拉尔夫并没有死。威尔斯在最后一刻中和了硫酸，母子俩人被乔送回了监狱。弹力人一举成名，记者亲切改叫他伸缩人。监狱里，白瑞再次找到了大块头。当年大块头身受重伤，阑尾已经严重溃烂，恰好医生当天不在，亨利费尽口舌才说服了典狱长，一手妙手回春挽救了大块头的性命，帮助白瑞也算是还了人情。白瑞离开后不久，大块头遭到了报复，杂乱的声音吸引了白瑞，白瑞立刻赶过去帮忙，在不透露自己身份的前提下，白瑞把一切伪装成对方的尸首。这下大块头又欠了一个人情。当年自己和亨利是好朋友，他从未想过几年后老友的儿子再次救了自己。大块头叫戴夫，外面的事情解决完了，艾瑞斯按时来探视了白瑞。听说了拉尔夫的勇敢之后，白瑞很开心，趁着监控转向的时差，白瑞把手穿过了玻璃，紧紧握住了艾瑞斯。另一边，希斯科和拉尔夫因为买咖啡没带钱，正处于尴尬阶段。曾在白瑞婚礼上出现的女孩主动为他们结了账，他尝试给两个人留下了一个好印象。完事后在本子上记录了一堆诡异符号，和白瑞当初画的一模一样。没过几天，塞西尔的肚子就已经有了隆起，乔不张嘴他就知道乔心里想的什么。塞西尔发现自己有了心灵感应的能力，凯瑟琳检查完羊水后一切正常，肚子里的女娃也不是个转化人，唯一的可能就是粒子加速器二次爆炸产生的副作用。这个能力的出现也许并不是坏事。威尔斯没有任何救出白瑞的头绪，几个星期毫无进展，他们不敢想象白瑞在里面遭受了多大的痛苦。其实白瑞在监狱里已经有了大批伙伴，还有之前抓进来的市长，几个人玩着斗地主。白瑞靠神速力偷偷给戴夫换了一副号牌，为他赢得了更多的零食。市长输得不服，一不小心说漏了嘴，白瑞过去一问才得知了一切。15年前，一伙人劫持了水星实验室，其中一个大块头枪杀了无辜的警察。戴夫路过听到了枪声，立刻赶过去救警察，只可惜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。同样是大块头，他被当成了嫌疑人抓进了监狱。幸亏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白瑞。此时城市里一栋大楼突然变小后消失了，一个又高又壮的光头男把大楼缩小成了玩具般大小。
警方当然查不出任何线索呀。希斯科和塞西尔一起过来帮忙，通过不远处的监控，希斯科查到了犯人模糊的身影，还有他魔术般的超能力。实验室里，白瑞托朋友们帮忙调查戴夫的事儿。威尔斯一直因为没有救出白瑞，满心自责。白瑞提出了唯一一个要求，他一定会全力帮忙。乔根据监控中的车牌号找到了车主，就是那名又高又壮的秃头男。房子里摆放了各种模型手办，看起来都和真的没什么区别。秃头男似乎察觉到了异样，随便找了个理由就要赶走他们。眼看身份要败露，哥们儿便大了一把枪，开始射击3个人。逃跑时直接把希斯科和拉尔夫变成了玩具。这个秃头男就是15年前枪杀警察的逃犯，戴夫就是因为他含冤入狱。缩小后的2个人就连超能力都被削弱了，他们认识的人中只有原子侠能够缩小。艾瑞斯赶忙请了他们帮忙，调查后发现秃头男偷走了原子侠公司里的设备，顺势坐上了巴士，获得了超能力。看来抓住这个人不但可以解决巴士杀人之一，还可以帮白瑞还朋友一个清白。但眼下必须要把希斯科2人恢复大小，不然这2个小矮人非得把威尔斯弄疯了。在此之前，2个人必须要在乐高上面老老实实待着。没多久，威尔斯就利用原子侠战衣的材质改造了神速力大炮，一炮下去，2个人没有任何变化，反而让他们的细胞开始迅速破坏，用不了1天的时间，2个小人就会原地爆炸。白瑞这边立刻把犯人的信息告诉了戴夫，可都过去了15年了，戴夫早就对生活失去了希望。白瑞只能尝试着让他重拾希望，就像自己的父亲一样，等待迟到的正义。慢慢的，戴夫也开始期待出狱后的生活，他只希望自己能够去一次中国四川的甲局藏寨，享受一下与世隔绝的生活。威尔斯还在想着办法救希斯科，可他这个大脸上写满了困惑。希斯科察觉到了威尔斯有点不对劲儿，他只能是劝威尔斯放宽心。威尔斯感觉自己蠢到爆了，连这种小事都解决不了，又怎么可能对抗聪明的迪沃呢？威尔斯毕竟是团队里最聪明的人，希斯科一个提示就让他想到了办法。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要想变大还得利用光头男的超能力。此时距离2个人去世还有20分钟，光头男又开始收集玩具。希斯科开着无人机想要在对方放大汽车的一瞬间恢复自己，但还是失败了。渺小的2个人根本接近不了怀揣2次元口袋的光头男。眼看 A 计划不行，威尔斯立即实施 B 计划，他把2个人放在胸口，主动挑衅光头男，趁着对方攻击自己的瞬间放大了希斯科2个人。艾瑞斯在其身后直接控制了他，在抓捕他之前，威尔斯逼他说出了15年前的罪行，可他宁死不屈，想要无罪释放戴夫根本不可能了。白瑞第一时间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戴夫，戴夫并没有责怪孩子，反而这些事儿教会了戴夫什么叫做生活的希望。乔在电话里告诉白瑞不要丧失信心，所有人都等着你回来，也是这句话给了白瑞一个提醒。晚上趁着监控转向的一瞬间，白瑞拉起了戴夫，横跨万里长城来到了甲局藏寨，给他的人生画了一个句号。看似天衣无缝，邪恶的典狱长却查出了端倪，莫名其妙消失的罪犯让他查看了所有监控。早前他就偷偷在白瑞的牢房安装了针孔摄像头，他得知了一个重要线索，白瑞就是闪电侠，而且他提前给白瑞下了迷幻药。邪恶的典狱长终于露出了真正面目，他专门买卖变种人。白瑞和巴士杀人变成了室友，这间囚禁转化人的监狱就是典狱长的生财之路。白瑞和其他人马上就要被卖给人贩子，买家不是别人，正是艾米奈特。在闪电侠面前，其他的转化人根本没有牌面，艾米奈特准备近期就把他们卖到黑市。塞西尔在争取法院的重审，可他们有段时间联系不上白瑞了。来到监狱后，典狱长声称白瑞打架被关了禁闭，塞西尔瞬间读出了他心里的秘密。众人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救出白瑞。倒霉的是，威尔斯还回到了地球2办事儿。拉尔夫这边遇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厄尔，一个毫无底线的私家侦探，一个让他听到名字就想吐的死肥宅。拉尔夫回到实验室，一边咒骂着厄尔，身体一边变成了厄尔的模样。新技能 get， 拉尔夫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人的模样，身体以及声音就会变成这个人的模样。这个技能就是拯救白瑞的最好办法，他要让自己变成典狱长就万事大吉。当然被典狱长打乱计划的还有迪沃，他没有计算到人口买卖这档子事儿，但这都不重要，他只要静静地看着白瑞表演，然后坐享渔翁之利。白瑞这边不得不拉拢其他几个转化人，如果被卖到黑市，谁也跑不了。白瑞利用午餐堵死了下水道，维修人员疏通的时候，白瑞偷走了对讲机上的电池，卸下床上的弹簧，搭配电池做出了简易的热水器，烧出了电池中的电解液，强酸直接腐烂了门锁。白瑞救出了所有人。贝基担心自己逃出去后，厄运会毁了整座城市，白瑞劝他离开，如果卖给黑市，摧毁的就不仅仅是城市了。利用电解液，众人爬进了下水道，只要远离特制监狱就能恢复超能力，到时候什么都好说了。除了典狱长和艾米奈特，还没有人知道白瑞就是闪电侠。几个转化人开始盘算起了出狱后的生活，外面的2拨人也没闲着。迪沃升级了轮椅，等待白瑞为他送上大餐。在此之前，他听到了玛丽兹的心声，
眼前这个女人已经不是完全信任自己了。拉尔夫这边则变成了典狱长的模样，找到了艾米奈特的马仔谈交易。不正经的拉尔夫差点就露了馅儿。在乔的提醒下，拉尔夫开启了暴躁模式，虽然骗过了马仔，但拉尔夫的技能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。见到艾米奈特还是出了岔子，没说几句话就破了功，变回了原样。发现被骗之后，艾米奈特联系了典狱长。典狱长这头望着空空如也的牢房，昧着良心说一切正常。白瑞顺着下水道的流水声判断了方向，遇到了一个维修工，众人就准备杀人灭口。白瑞赶紧一手刀敲晕了他，保其性命，一路走到了老监狱，却卡在了老式门禁锁上。肯迪凭借多年程序员功底，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打开。这一路走来，白瑞发现贝基其实很善良，而贝基也相信白瑞没有杀人。另一边，拉尔夫任务失败后，玻璃心又碎了。他觉得自己总出幺蛾子，为了保证白瑞的安全，他不准备参与接下来的行动。凯瑟琳在事务所找到了拉尔夫，让冰霜杀手出来开导他。先来了一波硬的，发现不顶用，冰霜杀手只能坐下来耐心安慰拉尔夫，自己也是从一个大反派一步一步不懈努力的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听到大反派后，拉尔夫心里萌生了一个绝对能够救出白瑞的办法。另一边，迪肯破解了密码，众人出狱后立刻恢复了超能力。大家正要感谢白瑞的救命之恩，典狱长就带人杀了过来。为了挑拨离间，他告诉所有人，白瑞就是闪电侠，大伙儿都是被闪电侠抓进来的，自然是准备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典型的过河拆桥。贝基赶紧挡在了白瑞面前，在厄运面前，什么超能力都挠太套。非但没有碰到两个人，还把自己给揍晕了过去。贝基成功保护了白瑞，艾米奈特也赶过来进行交易，正要下手抓走所有人，厄运再次降临。就这样那样的，艾米奈特打死了所有友军，自己被烟雾弹熏晕，人都解决完了，迪沃也来了，经验宝宝都聚齐了，迪沃迎来了第二次重生，众人接连倒下，白瑞拼命冲过去救贝基，却被抑制了速度，5个人全部丧命。典狱长也难逃一劫，玛丽兹看着丈夫杀人如麻，心里难以接受。西斯科已经以最快的速度赶到，还是晚了一步。迪沃杀死了所有人，白瑞决定继续留在监狱等待合法的救援，那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西斯科走后，白瑞跑回了监狱，默默地回到了小黑屋，记录了自己第20天的牢狱生活，仿佛自由对他来说已经遥不可及。法院重新开庭，塞西尔搬出了最有力的证据，大门打开，迪沃坐着轮椅缓缓赶来，这就是拉尔夫的绝招，模仿大反派。玛丽兹面对这种突发情况也没有办法，奥斯卡影后也演不了啊。有了拉尔夫的帮助，法院证实了白瑞的无辜，当天白瑞被无罪释放。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，幕后黑手迪沃依旧逍遥法外。如果他的目的是杀死巴氏杀人，占据他们的能力，那身为其中之一的拉尔夫早晚都会被杀害。而且现在迪沃已经集各种能力于一身，想要对付闪电侠轻而易举。另一边，玛丽兹意识到迪沃在慢慢的丧失人性，起初的计划是造福人类，现在却死了这么多无辜的人。他心里想的事儿，迪沃自然能听到，所以迪沃准备抹除他关于这些事儿的记忆。隔天，白瑞兴高采烈的去上班，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群异样的目光。白瑞被叫到了局长的办公室，舆论压力让辛格不得不妥协。典狱长的死，迪沃的复活，上级为了平复百姓的心情，决定让白瑞离开警局。辛格也只能听命办事，无能为力。这段时间，白瑞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对抗迪沃的计划里。巴氏12人已经抓住了8个，6个丧命，1个辐射男被关进了天眼会，另一个就是拉尔夫。不仅要保护拉尔夫，还要找到其他4个人。没人知道迪沃要这12种超能力是为了什么。拉尔夫凭借多年的侦探经验，找到了巴士上遗留的物品，一盘属于椅子的 CD 成为了关键线索。西斯科震波了 CD 的主人，此时正在酒吧驻唱。白瑞和拉尔夫一起赶了过去，留意椅子的人当天还有迪沃。此时的迪沃有种吃饱了撑的感觉，6个人的超能力根本不是贝基这副身躯能扛住的，必须尽快换身体。白瑞因为失去了警局的身份，只能说出一部分实情来得到伊兹的信任。从小到大都没有人照顾的伊兹根本不相信任何人，释放了声波后逃了出去。白瑞2个人被震到失踪，幸亏他们1个人有快速自愈，另一个人压根儿不会受到物理伤害。这会儿威尔斯刚刚回到地球1，在咖啡店偶遇了塞西尔。这段时间塞西尔根本没有好好睡过觉，每晚都能听见乔在做梦，就像是无止境的噪音。威尔斯打算帮他造一台脑电波抑制器，很快塞西尔就上门退货。这东西管用是管用，问题是接近5公斤重的大铁皮，戴上去就更睡不着了。最近威尔斯本来就经常受挫，买家退货彻底让他爆发了情绪，一边砸东西一边宣泄。塞西尔只能让他自己冷静冷静。这边的白瑞扫遍了全城都没有找到伊兹，
拉尔夫查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，立马就找到了他的位置。这次拉上希斯科一起赶了过去，看见闪电侠都来了，伊兹才知道自己遇上麻烦了。此时的迪沃已经到场，迪沃弱小的身躯并没有给伊兹恐惧感，但他现在可是有6种超能力于一身，对抗闪电侠等人没有太大压力，仅仅动用了迪肯和贝基的能力就打趴了3个人。伊兹出于自保释放了声波，声波直接把迪沃打成了残废，也让他的身体快速恶化，情绪变得暴躁，和玛丽斯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。伊兹被带回了实验室，听说了所有事之后，他还是想离开。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，他当了2年半的练习生，他不想前功尽弃。白瑞拆下了面具，想让他信任自己，然而还是没用。拉尔夫追上去嘴遁，他们2个人都是巴氏杀人，如果迪沃得逞，2个人早晚都得死。闪电侠小队给了拉尔夫希望，也让他有了朋友。拉尔夫想把这份友谊分享给伊兹，并且保证伙计们会保证他的安全。拉尔夫当靶子供伊兹练习，声波威力确实大，但伤不到拉尔夫一根汗毛，无非是肢体拉伸一下。时间一晃就是6个小时，伊兹的训练进度开始下滑，长时间打不中拉尔夫，让他失去了耐性。拉尔夫只能开始劝导他，但白瑞等不了了。如果没有进展的话，迪沃很快就会杀死伊兹。白瑞高强度的训练也确实有用，这把伊兹逼得太紧了。拉尔夫无时无刻陪伴着伊兹，白瑞担心伊兹没有进步是因为拉尔夫的感情影响了他。任何能对抗迪沃的办法，白瑞都不想放过，他不想再看着无辜的人死去了。同一时间，威尔斯登门找到了塞西尔，为自己发脾气的事道歉，顺便发明了神经缓冲器 2.0。 去了趟地球2，女儿也不爱理自己，同龄人还交不到朋友，威尔斯受到了巨大挫折。塞西尔一边读心一边当起了他的朋友。这个神经缓冲器如果加以改造，或许能变成对抗敌沃的武器。实验室这边，伊兹收拾行李准备离开，他受够了没有意义的训练。伊兹觉得自己能够单挑敌沃，不顾拉尔夫的阻止，一声波敲晕了他，心里很愧疚。威尔斯回到实验室，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所有人。2极颠倒让缓冲器不再干扰佩戴者的大脑，而是干扰向外的大脑。威尔斯给这套设备起名为大脑抑制器。白瑞瞬间回忆起了萨维塔说过的话，大脑抑制器是他们用来对抗敌沃的武器。威尔斯可以为大脑抑制器添加防御功能，这样可以防止敌沃占据某人的身体。众人一下子信心爆棚，正想拉椅子直接干掉敌沃，拉尔夫传来了坏消息，椅子已经溜溜了。希斯科震波了小提琴，看到了椅子正在对峙敌沃，而且敌沃直接反弹了希斯科的震波。拉尔夫和白瑞必须赶去救援，凯瑟琳留下来照看希斯科，训练的程度不够，加上贝基的厄运，椅子还没出手就已经崩了琴弦。白瑞、拉尔夫及时赶到，看见拉尔夫过来救自己了，椅子瞬间有了底气。白瑞全速冲向敌沃，多米尼克的心灵感应刺痛了白瑞的大脑。拉尔夫想给敌沃带上大脑抑制器，但被缩小人狼丁的能力压得动弹不得。敌沃比他们还娴熟地运用着超能力，但他没有料到椅子还在，大脑抑制器死死地扣在了敌沃的头上。只可惜科技产物全都得听从敌沃的代码。威尔斯虽然加入了防黑功能，但这远远不够。椅子被困在了敌沃的屏障里，知道屏障就连 Barry 都无法突破。拉尔夫猜到了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让椅子看着自己的眼睛不要回头。很快椅子就成为了敌沃的新身体。拉尔夫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朋友变成了死人，这比自己死去还难过。威尔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，是他的大脑抑制器出现了意外。萨维塔只说过这个东西是对抗敌沃的，没说是打败敌沃的。威尔斯恨自己不够聪明，研发不出来逆转战局的设备。希斯科虽然没有参战，但他发现了敌沃每次传送时的秘密。每当敌沃传送时，会产生特殊的能量波动，就好像是把某个区域的时空进行了空间折叠。换句话说，就是3维空间变4维。他们之所以找不到敌沃的老巢，就是因为他的老巢根本不属于这个维度。拉尔夫这边一蹶不振，反复听着椅子的 CD。白瑞过来劝导他，椅子的死虽然可惜，但如果不打败敌沃，还会牺牲更多的人。拉尔夫自然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也给了白瑞一份工作，在自己的侦探事务所当2把手。拉尔夫发誓自己一定会干掉敌沃。椅子倒下后，巴氏12人除了拉尔夫只剩4个人。敌沃距离成功越来越近。不久前的交手，希斯科发现了敌沃传送的秘密。这么长时间，他们都找不到敌沃的老巢，根本不是技术原因，而是敌沃的老巢处在另一个维度——口袋空间。想要抓住敌沃，白瑞就必须在敌沃关闭口袋空间的一瞬间跑进去。为此，白瑞反复坐着练习，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打败敌沃的机会，哪怕这一瞬间是千万1/1000秒。威尔斯爆肝查出了全城所有口袋维度的传送点。3年前，敌沃就已经在全城布满了传送点，并且精心计划了巴氏12人。他的计划比斯旺还要缜密。杰西来到地球1找威尔斯，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老爹因为一个对手这么焦头烂额。杰西本想找老爹和解，可父女之间早在杰西妈妈死后就有了隔阂，而且威尔斯根本不善于解释。
警报忽然响起，一群武装分子袭击了警方准备抢走天野会的核弹，乔也在其中，被敌人的火力压制的脱不了身。接到信号，白瑞和杰西立刻跑了过去，武装分子分分钟被全部放倒。为首的女头目看着手下纷纷被捕，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开关，核弹瞬间爆炸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只有2个极速者能够依靠神速力活动，其他人还停留在闪电侠赶到的画面。白瑞和杰西必须开启头脑风暴，这1秒钟的时间根本来不及救走几千万的市民。白瑞让杰西赶快穿越到平行宇宙去找杰帮忙，自己留下来想办法。白瑞先把希斯科拉进了闪电时间里，顾不上兴奋的希斯科立刻过去查看核弹。现在还停留在蓝色阶段，如果到了黄色，到了紫色，整个城市会被瞬间化为乌有。希斯科尝试把核弹送到死星，但闪电时间里的震动频率过于快，希斯科的震波根本派不上用场，而且普通人的身躯根本扛不住长时间的震动。希斯科筋疲力尽之前告诉白瑞去找威尔斯，他一定有办法。白瑞放下希斯科，迅速跑回了实验室，不用解释，威尔斯就知道摊上大事了。核弹只要启动就不可能阻止了，除非把核弹送进神速力之中。年迈的威尔斯没几秒就满头大汗，再这样下去闪电时间会害死他。此时杰终于赶到，威尔斯最后恳求白瑞一定要带走杰西。闪电时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，自从白瑞冲出神速力之后就拥有了这样的能力。杰立刻否决了威尔斯的想法，神速力如果遭受到了核弹的爆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首先，这会抹除平行宇宙所有极速者的神速力，其次，神速力是宇宙中的必要元素，如果被摧毁，可能会有无数的星球遭到毁灭。但眼下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，杰即使是极速者也逃不过岁月的折磨，他坚持不了多久了，要么用等同于核聚变的能量抵消核弹，要么快速冷却核弹。他提议让冰霜杀手冷却核弹，这样就可以抵消核聚变，让其恢复到原子稳定的状态。3人拉上冰霜杀手就跑到了核弹面前，只可惜核弹已经到了临界点，温度极高，就连冰霜杀手也无法冷却，反而让核弹变成了黄色。这个方法也行不通了。冰霜杀手也在筋疲力尽前请求白瑞让凯瑟琳活下去。杰西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，刚刚杰说过可以用等同的能量抵消核弹，极速者扔出的闪电是10亿焦耳，只要3个人同时丢出闪电就可以抵消核弹。可杰的身体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丢出闪电，他老了，帮不上白瑞的忙了，紧绷的身体也在最后一刻松了弦，只靠2个人不可能抵消核弹，白瑞只能把神速力当成最后的办法。杰西想要穿越时间到爆炸前，白瑞直接扼杀了他的想法，这样只会害了所有人。核弹已经变成了紫色，核裂变反应达到了最后的阶段，2个人想不出任何办法，杰西也快坚持不住了。白瑞让他赶快离开地球仪，这是威尔斯最后的请求。杰西离开了现场，却没有逃跑，而是跑到了父亲面前。他想尝试，白瑞的闪电时间却根本做不到，只能跟威尔斯道歉。虽然他根本听不到，杰西放松了身体，和父亲一起等待死亡的降临。即使是世界上最快的男人，白瑞的体力也是有极限的。验算了各种办法都没有用，他筋疲力尽地走回了实验室，汗水无止境地往下落。白瑞思前想后，准备把事情告诉艾瑞斯，这次他拯救不了所有人了。白瑞时刻保持着一个快速移动的状态，他感觉自己快要累死了。临死前，白瑞说出了一句土味情话：我是闪电侠，你是我的避雷针。剧中最强的 buff 瞬间上身艾瑞斯，talk了几句，他想到了把白瑞救出神速力的夸克球。神速力中有数不尽的闪电，只要把夸克球带出来丢进核弹里，神速力释放的闪电足以抵消核弹的能量。白瑞用尽自己最后一丝力气，拼命冲进了神速力之中，在茫茫的闪电之中寻找到了夸克球。夺走夸克球的瞬间，数不尽的闪电跟随着白瑞冲出了神速力。这是白瑞最后的机会，他不敢怠慢，冲到现场，精准投掷，将夸克球扔进了核弹里。少说也有数万亿焦耳的能量瞬间抵消的核弹，众人平安无事。威尔斯感动地抱住了女儿，白瑞力竭地昏了过去。经历了这件事之后，杰意识到自己该退休了，从此以后他将退出闪电侠的舞台，培养地球3的新极速者。另一边，威尔斯改造了为塞西尔打造的脑电波抑制器，与其给女儿解释，不如直接让她看到自己的想法。父女之间最后一道隔阂随着2人脑电波的同步慢慢打破了。杰西离开后，凯瑟琳请威尔斯喝了杯咖啡，他发现自己和冰霜杀手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深，甚至对双方都有了足够的依赖。还没说完，女孩再次出现，如往常一样，她尝试给2人留下一个好印象。
核弹的事儿解决后，团队马上进入了工作状态。巴氏12人只剩4个，包括拉尔夫，必须要阻止敌沃获取他们的身体。一直思考到了凌晨1点，威尔斯提议给他们做个包间手术，把他们 DNA 修改成普通人的，这样3个人就变成了傻子。当然威尔斯是开玩笑的，以他现在的智商根本斗不过敌沃。他心底萌生了一个鬼点子，想要对抗敌沃其实很简单，只要变得比他聪明就行。把早前发明的大脑抑制器加以改造，变成了智力增强器，把自己天才的智商开发到最极限，这样就有资本和敌沃斗智斗勇了。而且他调查了几年前的监控，智力增强器加上粒子加速器，他就变成一个和敌沃5-5开的聪明人了。希斯科果断不同意，如果稍有闪失，威尔斯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敌沃，这个计划必须有希斯科帮忙。只可惜他不同意，拉尔夫已经躲藏了好几天，他担心自己被敌沃利用。艾瑞斯找他 talk 了一下，反而被指责自己只会当战地指挥官。同一时间，一家银行遭到了抢劫，罪犯是转化人，但并不是巴氏12人。亚裔男子正义感爆棚，出手阻止了罪犯。触碰的一瞬间，罪犯的超能力瞬间失效，一不小心转化到了另一个胖仔身上。希斯科检查后还是老样子，四处都是暗物质。喷火的男人被抓了起来，他的能力其实来自几年前的粒子加速器。第一次使用超能力抢劫就被阻止了，而且还被夺走了超能力。亚裔男子神秘消失，找到他说不定就能找到真相。希斯科调查了银行所有人员的名单，查出了亚裔男子的名字马修。白瑞正想去找他问问，艾瑞斯主动要求跟着去现场调查，他不想当拉尔夫眼里的战地指挥官。乔跟着一起找到了马修，马修是一名医疗人员，看起来没有任何疑点，他的目的只是想阻止坏事发生。为了脱身，他挟持了艾瑞斯，闪电侠赶了过来，冲过去推开了他，救下了艾瑞斯。马修慌慌张张地逃跑了，可就是这一个触碰，白瑞的神速力跑到了艾瑞斯的身上，艾瑞斯成了闪电侠，白瑞变成了战地指挥官。暂时没有办法逆转2个人的情况，这一下他们摸清了马修的能力，还查出了他是巴氏12人的身份。这个能力如果给了敌沃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与此同时，威尔斯已经着手研发智力增强器。第一次实验，他的大脑运行速度就已经高了20倍，能够随意推算出拉尔夫吃热狗掉一地的概率，距离成功更进一步。但头盔还不稳定，非常容易过载着火。失败了之后，威尔斯再次去找希斯科帮忙，然而希斯科还是不同意。2个孩子大吵一架，白瑞也没闲着，一直在训练艾瑞斯，就像是教练在教学员考驾照。白瑞是又气又想骂街，艾瑞斯就连刹车都不会，城市要是出现了危机那还得了。说什么来什么，某公司大楼发生火灾，看来艾瑞斯今天必须无证驾驶了。戴上眼罩，艾瑞斯就跑到了现场。白瑞指挥他先救平民，艾瑞斯走上楼梯，一点一点救下了所有人。接下来要灭火，艾瑞斯走楼梯又上去了。白瑞告诉他使用乌拉乌拉龙卷风啊！艾瑞斯立刻开始行动，只可惜胳膊转错了方向，火势越来越大，自己还被房顶压住了身体。希斯科只能过去把他救回来。事实证明，无证驾驶害人害己啊！凯瑟琳尝试了所有办法都不能逆转2个人，现在只能依靠马修。一听说艾瑞斯将来就是闪电侠了，拉尔夫立马起身去写遗嘱。希斯科不得不选择帮助威尔斯，现在团队非常需要一个领袖。希斯科有2个条件，第一，不能使用粒子加速器的暗物质，第二，不能打到敌沃那样的杀人轮椅。2个人立刻开始行动，艾瑞斯这边还在不停的训练，但神速力这种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教是教不会的。此时又出现了麻烦，早前被马修偷走的能力传输到了胖仔的身上，现在这个胖仔变成了喷火罪犯。希斯科提前给艾瑞斯打造了战服，现在除了喷火胖仔还有马修。马修尝试阻止他，回忆起胖仔的能力就是自己赋予的。马修突然分了身，艾瑞斯赶紧给马修戴上了意识手铐，正面对抗胖仔。艾瑞斯根本不是对手，热浪冲得他睁不开眼。白瑞想让他抽干胖仔身边的氧气，然而艾瑞斯根本做不到，温度已经上升到了几千华氏度。威尔斯不管3721就带上了智力增强器 2.0， 几千个好点子喷涌而出，最有效的就是艾瑞斯依靠神速力把海水引进陆地，用海啸扑灭大火。白瑞开始传输自己的水上漂经验，千言万语都难敌一句必胜台词 Now run, Iris, run. 艾瑞斯一脚蹬进了大海，通过急速奔跑产生的气流掀起了一层100米高的巨浪，一阵蛇皮走位把巨浪拍在了胖仔身上，有惊无险解决了胖仔。马修真诚地道了歉，他只是想帮忙打击罪犯，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。他把神速力重新还给了白瑞，马修也决定从此不再使用超能力。白瑞主动拉他加入团队，利用这个能力反过来对抗敌沃。
为了安抚拉尔夫脆弱的心，艾瑞斯把当年萨维塔的事儿告诉了他，目的就是告诉他生死用命，富贵在天。拉尔夫也为了白天说的话道了歉。另一边，威尔斯和希斯科已经完善了智力增强器，经过1晚上的智力开发，威尔斯找到了其余2名变种人，刨除拉尔夫和马修，一位叫珍妮，一位叫高斯。深夜，艾瑞斯注册了一个论坛，依靠广大网友的力量寻找迪沃，因为比闪电侠还厉害的是键盘侠。与迪沃的决战随时会爆发。白瑞突击训练拉尔夫的临场能力，拉尔夫一直处于我行我素的状态。不正经的拉尔夫 style 让白瑞头疼的不行，他甚至怀疑拉尔夫早期是不是说相声呢？威尔斯虽然推断出了最后2个人的名字，但却找不到他们的位置。高斯自打白瑞逃出神速力之后就消失了。珍妮在警局的档案都已经10几年没更新了，最后查到的只有他不久前作死的照片。关键是威尔斯对智力增强器已经有了依赖，现在他1天不戴就浑身难受。老岳父忽然凭空出现，掐着希斯科的脖子求他帮忙。不久前他去单挑上百个吸血鬼，马上就要获胜的时候，震波能力突然萎了，非但没成功，还差点死了。他赶紧找希斯科来帮忙，如果成功了，老岳父答应希斯科让吉普赛多过来陪他。另一边，迪沃的新身躯最多只能坚持1个星期了。被抹除记忆的玛丽兹立马准备升级下轮椅，却发现轮椅早就有人准备升级了，他只需要完成接下来的部分。而迪沃一直没有告诉他，哭泣男早就已经死在自己手里了。晚上，珍妮悄摸走到了博物馆的运输仓库，轻轻一摸，价值不菲的运输箱无视地心引力飞上了天。我说快来人压住叉叉的棺材板啊！管理人员报了警。第二天，白瑞和拉尔夫悄摸来到现场。虽然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，但白瑞成为了拉尔夫事务所的2把手，以私家侦探的名义调查着线索。拉尔夫正准备偷偷拿走指纹，一不小心碰碎了另一个罐子，顺便甩锅给白瑞。Alan, look what you did. 这会儿玛丽兹正忙着升级轮椅，不小心摔碎的水杯让他发现了不对劲儿，水里居然含有其他物质。分析后发现居然是哭泣男的眼泪。玛丽兹赶紧为自己做了体检，心率过快，瞳孔多次放大，血液里含有大量镇定剂。他查到了哭泣男眼泪的真正作用，让人感到十足的幸福感。为了防止自己下次被利用，玛丽兹记录下了所有事儿，提醒自己找机会逃出去。刚存上档就发现自己已经记录了几十次。迪沃早就发现了他内心的不忠诚，所以每次用完眼泪后会额外利用多米尼克的心灵感应消除疑虑。他抢走这2项超能力最大的目的就是拴住玛丽兹。另一边，因为拉尔夫的冒失，2个人已经被警方禁止进入现场。威尔斯戴上头盔，查到了珍妮当天拜访过厄尔。白瑞和拉尔夫登门找人，拉尔夫扮成了乔的模样，公报私仇，冲着厄尔一顿发泄，成功逼出了厄尔的秘密。他一直在帮珍妮销赃。珍妮眼看藏不住了，立刻跳下屋顶，轻轻一摸，把白瑞变成了气球。现在白瑞必须待在有房顶的地方。戴上头盔，威尔斯开始计算白瑞的质量和暗物质的衰减等等，得出结论，白瑞马上就摔下来了。拉尔夫这边还不忘调侃一句，落地10分。白瑞这下彻底怒了，拉尔夫总是这样不正经，大伙儿只是想保住他的命而已。最后白瑞不得不把拉尔夫暂时踢出任务。希斯科还在为老岳父做各种检查，在凯瑟琳的帮助下发现了答案。老岳父太老了，身体已经扛不住震波能力了，可希斯科不敢说出真相啊，还能不能再见到吉普赛放一边，自己有可能被扒了皮。顺便拿了钙片就让岳父按时吃。为了骗过岳父，希斯科给自己加了不少戏。珍妮的抢劫活动引发了警报，威尔斯熟练地戴上头盔，分析出了最好的解决办法。白瑞只需要快速移动到人类看不见的频率，珍妮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计划的确奏效，珍妮瞬间被戴上了抑制手铐。可他有 B 计划，他提前让一辆车飞上了天。2个选择，白瑞选了救人，趁着汽车还没有落地，白瑞冲上大楼救下了司机。回头再看珍妮早就跑了。威尔斯把责任怪在了头盔上面，他觉得头盔还能再强化一次，人家迪沃可是算出了每一种突发情况。艾瑞斯终于发现了事情的根源，白瑞把拉尔夫逼得太紧了。虽说是拉尔夫经常玩自己的不正经 style， 但他每次都能完成任务，这也许就是他的作战方式。白瑞反思了自己，希斯科发现老岳父突然消失了，震波了下药瓶，才发现他已经找吸血鬼单挑去了，震波都使不出来，和送人头没区别。希斯科赶紧过来救走了他，这下希斯科的谎言被老岳父识破了。希斯科说出了实情，老岳父失望地离开了。拉尔夫这会儿正忙着吃零食，白瑞向他道了歉，自己逼他太紧，全都是因为迪沃逼自己太紧。拉尔夫其实很不容易，他既没有乔那样的超级老爸，又没有艾瑞斯那样的贤妻良母，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苟延残喘，只能假装不正经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。
哥俩还在谈心的时候，珍妮又开始偷东西了。白瑞和拉尔夫一起赶了过去，但珍妮学会了新技能，一巴掌呼地上，打算让所有人上天。白瑞赶紧带走了所有市民，刚停下脚步就发现背后一凉，白瑞被送上了天。没有房顶的辅助，白瑞直接飞向了大气层。拉尔夫卯足了劲儿也没抓住白瑞，现在必须使出拉尔夫 style 了。白瑞在天上告诉拉尔夫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拉尔夫直接伸长胳膊悄摸给珍妮戴上了意志手铐，自己吹满了气儿变成了气垫迎接坠落的白瑞。就连白瑞也只能感叹666啊！珍妮被抓进了超能监狱，现在还差最后一个高斯。今晚拉尔夫也给白瑞上了一课，有时候即兴发挥才能让敌人意想不到。希斯科因为老岳父的事儿心不在焉，老岳父穿着一身夏威夷套装走了过来，希斯科的话让他顿悟了，自己该收枪卸甲了。退休以后准备去地球47养霸王龙，他希望希斯科能继承自己的地位，变成多元宇宙里令人闻风丧胆的穿梭者。另一边，迪沃的新身躯最多只能再坚持1个星期了。被抹出记忆的玛丽兹立马准备升级一下轮椅，却发现轮椅早就有人准备升级了，他只需要完成接下来的部分。威尔斯这边为了让智力增强器发挥最大的效果，他来到了斯旺的密室，准备加入暗物质。为了寻找最后一人高斯，白瑞、拉尔夫来到了废弃的巴士上，通过扫描仪，他们发现了高斯残留的暗物质。拉尔夫也回忆起了当初自己在车上的场景，因为没带零钱，差点被司机赶下去，还是包斯帮忙垫了车票。而且高斯残留的暗物质在案发后的1秒就消失了。威尔斯破了戒后立马有了效果，他根据伊兹的声波能力研发了一个魔法棒，能被迪沃利用的材质通通都没用，就是一根绿色环保的艾米级别魔法棒，一击下去就能把迪沃打成残废。再来一下，迪沃立马原地暴毙啊！而且威尔斯还写出了一种算法，能够判断迪沃下一个传送位置。大家还以为威尔斯偷摸吃了一顿老白金呢，只有乔感觉不太对劲儿，他发现威尔斯已经离不开帽子了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凯瑟琳这边开始时不时的和冰霜杀手互动，每次变身都会留下纸条便于交流。凯瑟琳也越来越喜欢冰霜杀手了，威尔斯的算法立刻起了效果，口袋维度马上将在城市中打开，打架能手全都赶了过去。白瑞还带着魔法棒，一副要鱼死网破的架势，口袋维度准时打开，走出来的男人却是高斯，吓得高斯立马跑了回去。这一下终于知道高斯的超能力，他能随时随地打开口袋维度，但他们还是无法判断下一次出现的是迪沃还是高斯。不过这一点威尔斯早就料到了，他写了一个新公式，排除了所有迪沃的传送点，大幅缩小了搜查范围。这下乔更加深信这帽子早晚出事儿，他追上去询问了一下威尔斯的使用频率，心里已经100%确定威尔斯上瘾了，但威尔斯发誓自己没有用过暗物质，乔也只能作罢。乔离开之后，威尔斯赶紧注视了暗物质，殊不知乔在角落里看了个正着。白瑞带着凯瑟琳、拉尔夫来到了高斯经常活跃的地方，这片小树林里所有人都知道高斯，这家伙无处不在。分头行动时，凯瑟琳看见了高斯，白瑞立马擒住了他，还没多问，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武士一刀刺穿了凯瑟琳的肩膀。白瑞解决到武士后，赶紧带着凯瑟琳回去治疗，拉尔夫则负责把高斯带回去。好在冰霜杀手能自愈，凯瑟琳一点事没有，但拉尔夫却觉得一点也不好。如果刺穿的是凯瑟琳的心脏，那冰霜杀手也救不了他。他不想让身边的人置于危险，他打算找机会杀死迪沃，为此还和白瑞大吵了一架。拉尔夫默默地吃着零食，高斯是一个比拉尔夫还逗逼的人，两个人很快就聊到了一块儿。高斯还说起了自己第一次进口袋空间的景象，一间冒着蓝光的大屋子，一个秃子跟一个叉教授一样坐着轮椅，想起来他就想笑，还有一个身穿白大褂的女士，以及一个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武士。还没说完就被拉尔夫打断了，这不就是迪沃的老巢吗？直接让高斯把自己送进去捅死迪沃不就完了。另一边，威尔斯大发雷霆，还把希斯科的企业号砸了个稀巴烂，因为他的智力增强器丢了。两个人差点打了起来的时候，乔走了过来，威尔斯已经病入骨髓了，乔只是想阻止他遁入黑暗。这边拉尔夫正准备让高斯送自己进去，白瑞就走了出来。实验室到处都是监控，白瑞可不想让拉尔夫过去送死，可拉尔夫倔得像头驴，直接把魔法棒塞进了自己橡胶般的身体里。白瑞也不多逼逼，冲过去就是一招铁拳重击，把拉尔夫活活打晕了过去。醒来后，拉尔夫才冷静了下来。白瑞告诉他不能迈出杀人这一步，如果他愿意，迪沃早就死了，谁还能快过闪电侠呀？拉尔夫根本不听，只有跟除了迪沃，才能保护自己身边的朋友。这群朋友是他最后的财富，劝也劝不了。白瑞准备召集所有人一起去趟迪沃老巢，这件事儿不能告诉拉尔夫。高斯启动了口袋维度，白瑞进去第一件事就是敲击了魔法棒。然而这都是迪沃精心计划的调虎离山。迪沃此时已经来到了实验室，
黑柱系统关闭了实验室所有出口，实验室就只剩一群手无寸铁的普通人。众人炸开一个缺口就准备离开，想单挑日本小武士来拖延时间。威尔斯和艾瑞斯去找别的办法。警报一响，拉尔夫就猜到了迪沃的目的，而他也等候多时了。迪沃利用米娜加狼丁的技能召唤出一头霸王龙，这个老对手简直就是拉尔夫的噩梦了。其他2个人也分别遭到了阻止。人妻之间的决战正式展开，玛丽兹一顿哈撒哈撒痛，捅得艾瑞斯生活不能自理啊！威尔斯也准备放手一搏，他往智力增强器里注入了所有暗物质，一阵电疗后，威尔斯晕了过去。拉尔夫这边正迈着40米的大长腿逃命，沙包大的拳头给霸王龙打成了罢工龙。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，高斯、马修、珍妮等人已经被迪沃杀害。拉尔夫现在是最后一个目标，硬刚，拉尔夫根本不是对手，体内还存有魔法棒的印记。拉尔夫3D 打印了一个同款，一棒子下去，迪沃就只剩半条命了。再来一下，迪沃必死无疑。此时，艾瑞斯使出了伤敌1000，自损800，把玛丽兹给打回了口袋维度，顺势放出了白瑞他们。超级老爹乔早就把日本小武士的头给砍了下来，众人直奔拉尔夫的位置。让白瑞惊讶的是，拉尔夫并没有杀死迪沃，而是给他戴上了意识手铐。拉尔夫没有让白瑞失望，但他们忘了一件事，贝基的厄运导致手铐没有铐上。白瑞被珍妮的逆向能力压得动弹不得，眼睁睁看着拉尔夫被迪沃一点一点吞噬。拉尔夫临死前感谢了白瑞所做的一切，现在这具无敌的身体完全能够驾驭所有的超能力，迪沃已经无敌了。他精心计划了每一种超能力，目的就是应对所有突发情况。现在就算是超人和绿箭侠来了，也只有挨打的份儿。对抗中，迪沃利用马修的能力抹出了冰霜杀手，他已经赢了，8世12人全员暴毙。拉尔夫的死给了白瑞最重的打击，他甚至不想跟艾瑞斯 talk 了。苏醒后的威尔斯变得有点笨，他查不出凯瑟琳任何异样，还是希斯科发现了冰霜杀手的消失。城市里下着瓢泼大盆，白瑞一个人慢悠悠地打扫着拉尔夫的办公室。艾瑞斯跟了过来，白瑞果断告诉他，别跟我 talk 了，我想静静。给拉尔夫倒上了一杯酒，白瑞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迪沃这边2个人还在干杯庆祝。拉尔夫的能力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变成迪沃最原本的样子。离开实验室前，迪沃顺势偷走了威尔斯的暗物质。现在闪电侠小队不堪一击，事情一字不差的按照迪沃的剧本走着。团队一直没有走出拉尔夫的死亡阴影，即便是经常丧友的白瑞也很难接受现实。迪沃得手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音讯。为了找到迪沃的下落，希斯科也准备带上智力增强器。2个人同时开启头脑风暴，对抗迪沃肯定不会吃亏。威尔斯已经遭到了报应，他不想希斯科也变成一个蠢蛋，可为了不暴露自己智力退化的秘密，威尔斯只能先答应希斯科尝试一下。没多久，威尔斯就给希斯科量身定制了头盔。犹豫了一会儿，威尔斯启动了开关，无数个脑点子在希斯科的大脑中炸开。威尔斯故意没有完善头盔，以此来拖延一段时间。没有冰霜杀手的凯瑟琳也变得一蹶不振。警报忽然拉响，城市中再次出现了口袋维度，仅仅1秒就失去了踪迹。最后一个位置显示在了核弹人伯曼的关押处，这是唯一一个迪沃没有得手的8世12人。白瑞打算今天就转移他的位置，没有冰霜杀手就没有人能冷却伯曼。按照惯例，白瑞又得找到斯纳特帮忙了。此时的地球 X， 里昂正在浇灭纳粹的残党。白瑞赶来后解释了所有的事儿。3人穿越缺口时，纳粹黑海妖紧跟而来，护送伯曼的计划不能有任何闪失，否则1颗核弹就会直接炸毁城市。白瑞自以为找来里昂帮忙会超出迪沃的预期，然而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都在迪沃的掌握之中，只不过转移地点出现了细微的偏差。玛丽兹等丈夫的真正回归等了10好几集，穿上自己最喜爱的裙子，想要和迪沃享受一下夫妻间的私生活，但迪沃早就没得感情了，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启蒙人类。妻子不过是帮助自己的工具人。另一边，白瑞和里昂完善着转移计划。里昂看出了白瑞情感上的不对，对抗纳粹的若干年中，里昂失去了18322个战友，其中3769个人是他的手下，成千上万条人命重重地压着里昂的灵魂。他告诉白瑞，想要继续保持清醒，就必须接受他们的死亡。几个人立刻起身去转移伯曼，谈话内容一字不差地通过声波传送到了纳粹金丝雀的耳朵里。白瑞带着法杖，时刻提防迪沃的偷袭。他谨记着里昂告诉自己的话，出发前每个人的体内都注射了一管防辐射药剂。里昂又告诉了白瑞，感情是不可控制的，你不去想他，他就会回来找你。卡车沿着指定路线正常行驶，白瑞跑在最前面开路。路上，里昂闲来无聊，又和凯瑟琳聊起了冰霜杀手，像个知心大妈，见谁开到谁。半路遭遇迪沃的袭击，迪沃利用肯迪和狼丁的能力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。白瑞和里昂进入了战斗状态，看着迪沃洋洋得意的脸，白瑞毫不犹豫敲响了法杖。声波的攻击固然奏效，但拉尔夫的能力也不是白给的。
法杖对迪沃已经起不到效果了。迪沃利用拉尔夫的记忆再次戳中了白瑞的内心，就像里昂说的，感情会主动找上门。白瑞丧失了斗志，迪沃马上就要大功告成。黑海妖路见不平一声吼，不但打晕了白瑞等人，还打退了迪沃。凯瑟琳和伯曼被黑海妖当成了人质，海妖准备把这颗核弹引爆，现在不但要对抗迪沃，还得对抗海妖。希斯科立马找威尔斯开发智力，他已经自己完善了头盔。威尔斯被逼急了，一膝盖踢烂了头盔，把自己智力衰退的事情告诉了希斯科，说出真相才是保护希斯科的唯一办法。他不像白瑞一样拥有闪电般的速度，也没有希斯科的震波能力。威尔斯能做的就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保护团队。现在智力正在衰退，他即将变得一无是处。迪沃这边也出现了他的意料之外的事儿，他推算的结果是白瑞打败了海妖，自己成功带走了伯曼。可白瑞却在关键时刻丧失了斗志，这是迪沃这么久以来第一次失误。他的确可以计算出所有变量，但他计算不出人性感情，这是迪沃最缺少的东西。一切的根源都是白瑞忘不了拉尔夫的死。拉尔夫的死给白瑞带来了和以往不同的伤害。同一时间，海妖利用伯曼挟持了警局，辐射让所有警员中毒倒地。现在威尔斯想不出任何好办法，希斯科让他一旁休息，自己想办法。白瑞刚刚赶到警局，脚步声就惊到了海妖，人没到，声波就提前朝着白瑞袭去。海妖开始冲着伯曼狂叫，炸弹随时可能爆炸。里昂和凯瑟琳只拖延了几秒钟，现在白瑞必须打败心中的悲痛，保护身边的人。里昂在一旁鼓励着白瑞，闪电划过了白瑞的瞳孔，他立刻起身打倒海妖。里昂和凯瑟琳扛起了冷冻枪，迅速冷却了伯曼，有惊无险解决了麻烦。白瑞独自一个人跑到了警局实验室，哭着对赶来的乔说出了心声。拉尔夫那么相信自己，自己却辜负了他。看着他从一个痞子一步一步变成了英雄，里昂和凯瑟琳默默地在门口没有出声。伯曼现在由莱拉接管，天眼会有最全面的安保可以保护伯曼。里昂临走前穿上了斯纳特的羽绒服，准备回去拯救自己的世界。这一行他交给了白瑞什么叫做释怀。凯瑟琳偷偷给自己做了一份全面的检查，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体内一直都没有暗物质，也就是说冰霜杀手根本不是自己的超能力，而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。威尔斯也准备回到地球2，现在智力已经帮不上什么忙了。希斯科不想让自己的朋友在最无助的时候孤身一人，他答应威尔斯帮他恢复智力，只要齐心协力，一切都会水到渠成。伯曼在天眼会享受着阳光沙滩，而这恰好是迪沃期望的地方。白天，白瑞因为感情影响了计划，现在迪沃更加确信感情是影响人类进化的最大障碍。玛丽兹也更加确信眼前这个人已经不是自己的丈夫了。玛丽兹回想起了8年前的相遇，牛津大学的演讲中，迪沃讲述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。他认为人口饱和在浪费地球的资源，而玛丽兹一直站在造福人类的角度和他辩论。两个人从辩论变成了情侣，玛丽兹用自己的观点慢慢感化着迪沃。甜蜜的恋爱伴随着迪沃的一篇论文发生了变化。迪沃依旧主张自己的想法，他希望能重建世界的平衡，这需要消除人类的情感，消除人类对科技的依赖。玛丽兹发现他们不是一路人，选择了分手。之后自己到了非洲研发了净化器，可以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喝到纯净水。此时一通电话打了过来，在自己大有作为即将改变人类水资源问题的时候，迪沃求他回到自己身边。电话还没打完，非洲就遭到了轰炸。玛丽兹在病房中醒来，迪沃就坐在他的旁边。他们所有的研究随着战争全部葬送在了沙漠中。玛丽兹逐渐意识到迪沃的想法是对的，人性的恐怖会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毁掉整个世界。于是玛丽兹加入了迪沃的启蒙计划。不久后，希斯科收到了吉普赛的留言，老岳父催着他去继承自己的王位了，变成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穿梭者。威尔斯想到了一个计划，让希斯科的震波刺激凯瑟琳的潜在神经，试试能不能激发出冰霜杀手。但他忘了凯瑟琳体内根本没有暗物质，大脑的衰退开始变得严重。威尔斯不得不把真相告诉所有人。现在的威尔斯越是思考，大脑退化的就越快，团队越是在被迪沃瓦解，白瑞就越是不想向恶势力低头。他鼓舞着所有人一定要打败迪沃。迪沃这边已经悄摸偷走了特殊合金，用于打造自己的启蒙计划。迪沃不顾玛丽兹的劝说，强杀了无辜的安保人员。白瑞等人第二天来到了现场，除了一个尸体没有任何线索。丢失的合金可以吸收太阳的能量，希斯科的震波会被迪沃反弹，只有吉普赛帮忙才能震波出真相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乔希望威尔斯能分散塞西尔的注意力，怀有身孕的他不能出任何岔子。剩下的这段时间全力想办法对抗迪沃。吉普赛赶来帮忙，两个人想要同时震波一个东西，就必须身心合一。下一个目标在码头的集装箱，箱号却怎么也看不清。迪沃抢先一步带走了卫星，白瑞口袋维度传送到了北极。吉普赛和希斯科根本不是迪沃的对手。
吉普赛发现了现在的希斯科不够专注，一定有什么事儿一直在困扰着希斯科。白瑞全力跑了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劝架。希斯科把老岳父的事情告诉了白瑞，继承王位就可以无时无刻和吉普赛在一起，但也会因此失去实验室的小伙伴，这就是他为什么无法专注的原因。另一边，塞西尔已经被威尔斯拉到了实验室，本应该是威尔斯帮忙照顾塞西尔，塞西尔的心灵感应却帮了威尔斯大忙。智力快速衰退的威尔斯记不住什么东西，在他忘记自己想法之前，塞西尔就可以读出他的记忆。两人开始打着配合，想办法对抗敌沃。白瑞这会儿找到了一人饮酒醉的吉普赛，把他拉到了希斯科的身边，想让两个人身心同步，就得化解他们之间的误会。同一时间，敌沃又一次偷走了设备，希斯科依旧因为心事儿震波不到敌沃的下一个目标。白瑞急得头上冒烟，人家小两口之间的问题他也不好意思过度插手。吉普赛想要的很简单，只是希斯科的一个答复，就这个最简单的答复已经折磨了希斯科几个星期。一边是爱情，一边是友情，希斯科受够了异地恋或者是异球恋，他不想当穿梭者，他只想和吉普赛天天在一块儿。人家马上就解开心结了。白瑞把他们拉回了实验室，白瑞想通了敌沃偷这些尖端设备的目的。敌沃准备同时打造数台卫星遍布地球表面，想要同时驱动这几个卫星需要一台量子计算机，恰好水星实验室就有这么一台。知道了敌沃的目标，众人提前做好了准备。白瑞瞬间偷袭了敌沃，马丽兹也被希斯科提前控制住。白瑞丢出了闪电击中了敌沃，配合着吉普赛成功打得敌沃站不起身，希斯科却一瞬间分了神。吉普赛为了保护希斯科，放弃了控制敌沃，有了防备的敌沃根本不会被同一招打败两次。凯瑟琳突然冲了过来，冻住了敌沃，想要让敌沃把自己下成冰霜杀手。敌沃很累效劳，反手就弄死吉普赛，所有人都被重力压得动弹不得。吉普赛马上就要窒息身亡的时候，玛丽兹站出来阻止了他。如果敌沃再杀一个无辜的人，自己就会离开。敌沃被迫收手，打造卫星的工具敌沃已经全部集齐。白瑞这边的线索又断了，众人一筹莫展。威尔斯和塞西尔走了过来，根据敌沃偷走的东西，威尔斯查出了他的目的，塞西尔帮了大忙。5个卫星会对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造成冲击，其中的暗物质会影响到所有人的大脑。所谓的启蒙计划就是把所有人的大脑重启，让他们和威尔斯一样智力退化。如果敌沃得手，全世界的人都会变成傻子。最后的时刻，希斯科也做出了决定，他打算留在朋友身边，短暂的分离是为了更好的重聚，他必须留在地球一，和朋友共生死。玛丽兹这会儿终于发现了敌沃的真正目的，一开始口口声声说是造福人类，现在敌沃却打算让所有人变成傻子，然后重新给他们注入新的记忆。敌沃的目的是统治世界。玛丽兹觉得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满嘴跑火车。她利用防护罩隔绝了敌沃，眼前的人已经不是她的丈夫了。玛丽兹带着轮椅离开了敌沃。晚上，女孩给塞西尔送来了婴儿用品，看见艾瑞斯的瞬间，女孩选择了离开。敌沃最终的目的是利用5个卫星向整个地球注入暗物质，让所有人的大脑变成一张白纸，自己统一整个世界。正是因为这个极端的想法，妻子玛丽兹选择了离开敌沃。恰好在这个时候，敌沃已经凑齐了5颗卫星，可他迟迟没有发射。白瑞决定在他实施计划前把卫星全部打下来。威尔斯的智商开始下线，大脑开始快速退化，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帮不上忙了，现在必须请出平行宇宙的威尔斯们。威尔斯自负的优良传统遍布平行宇宙，家伙一听威尔斯智商下线了，毫不犹豫地把他踢出了智囊团。现在必须组建新的智囊团 2.0， 一同被踢出组队的还有 H 尔斯。然而他毫不在意，新成员包括了地球24的西哈威尔斯桑尼以及地球25的 HP， 他们的才华比不上之前的团队，但个个的脑子里都是歪点子。从商讨计划到探讨人生，他们从一个刁钻的角度开始思考敌沃的下一步计划。每个人都把自己当成敌沃，进入了冥想状态。暴躁老哥威尔斯心里祝福了他们8辈祖宗。会议开到一半，威尔斯们就提前退场了，气到威尔斯想杀人。另一边的凯瑟琳想到了摧毁卫星的办法，他们需要的不是某个武器，而是某个人。艾米奈特能够控制特殊金属，敌沃的11种能力对抗不了艾米奈特。想让一个黑市巨头兼变种人贩子帮忙，大伙根本不同意，何况艾米奈特凭什么会帮他们？凯瑟琳曾经领教过艾米奈特善良的一面，她决定去嘴遁说服他，但地下的领头羊早就换人了，艾米奈特失踪了，马仔成了龙头老大，找不到艾米奈特的白瑞只能折返回实验室。凯瑟琳记得艾米奈特曾经是空姐。希斯科调出了几年前的空乘名单，根据艾米奈特的曾用名，大伙展开了搜查。凯瑟琳和乔来到了艾米奈特曾经的工作旧址，在一家非法赌场里找到了在线发牌员艾米奈特。白瑞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艾米奈特以为来者不善，掏出铁拳就要拼命，白瑞一个走位就躲开了铁片。说出所有的来龙去脉后，艾米奈特来到了实验室，想要他帮忙也不是不行，但他的武器们都被偷走了，得先让白瑞帮他把铁片抢回来。
即使凯瑟琳找艾米奈特帮忙，还有其他私心，艾米奈特能够通过黑市里的转基因结合器把冰霜杀手找回来。艾米奈特却告诉他，这个东西从来就没有效果，冰霜杀手并不是你的超能力。当晚，艾米奈特带着 Barry 溜进了自己的储藏室，然而里面早就被洗劫一空，留下的只有马仔的 DNA。 一直在背后捅刀子的人居然就是艾米奈特的二把手。自家后院着了火，艾米奈特立马动了杀心。隔壁的威尔斯也不好过，被自己的同僚气得头疼。大脑衰退后的威尔斯也没有了以往核弹般的脾气，整个人都变得憨厚了。和希斯科的聊天中，威尔斯发现自己错了，他应该换一种方式考虑事情。之前说过，艾瑞斯开通了自己的博客，他现在准备把迪沃干的所有坏事公布于众，只有键盘侠才能强过闪电侠。同一时间，艾梅奈特知道了马仔的藏身地，他们拥有一个隐秘的交易地点，警方都没听说过的地方。这会儿，马仔正准备把成吨的铁片卖给卖家，刚刚交易完就被拜瑞打了个先手。艾米奈特刚下杀手，就被拜瑞拦了下来。马仔趁机伸出了眼眶里的触手，拜瑞躲过了攻击，却没能躲过触手喷出的毒素。拜瑞痛苦地倒在了地上。艾米奈特再次出了杀招，马仔早就有准备，一个强力吸尘器吸走了所有铁片。艾米奈特瞬间变成手无寸铁的老百姓，拜瑞立刻开始光速抽搐，发挥毒素。另一边，凯瑟琳和乔截停了买家，不依靠冰霜杀手，凯瑟琳也秀出了自己的风采。打开后备箱，成吨的铁片瞬间飞向了艾米奈特，马仔被铐上了铁皮面具。艾米奈特第三次准备下杀手，拜瑞和凯瑟琳赶紧开始逼逼赖赖。艾米奈特妥协了，但他一刀切断了马仔的触手，这玩意儿实属下饭。拿回自己需要的东西，艾米奈特就准备开溜，全然把迪沃的事情抛在了脑后。和罪犯打交道就得做足了心理准备，为了避免自己将来被迪沃变成傻子，艾米奈特临走前为他们打造了铁片手榴弹，一发就能摧毁卫星。祝福了凯瑟琳之后，深藏功与名，现在有了对抗卫星的武器，只需要提前找到卫星就 OK 了。这段时间威尔斯也没闲着，和智囊团一起冥想了许久。为什么迪沃迟迟不发射卫星？换位思考了下，只有一种可能最靠谱，不是他不想，而是他不能。原因只有一个，妻子叛变了。根据威尔斯的思路，众人立刻开始寻找玛丽兹的下落。夜深人静，艾瑞斯的苹果18项炸了锅，他的博客一夜爆红，现在全城几十万的粉丝都在帮忙寻找迪沃。同一时间的天眼会，迪沃伪装成了迪哥的模样，轻轻松松走了进去，解除了天眼会的抑制器，11种超能力瞬间恢复，保安人员全部暴毙。迪沃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深处，特种兵们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，像一个指挥家安排着每个人的死亡方式。他距离伯曼只有1墙之隔。白天，白瑞搜索了所有能够发射火箭的地点，依旧没有任何线索。威尔斯的记忆已经受到了牵连，昨天的事儿今天就能忘。网友们给艾瑞斯发来了新的线索，天眼会遭到了袭击。白瑞立刻意识到伯曼出事了，也不管他3七21，直接把迪哥本人拉了过来。一查才知道出了大事，迪哥昨天压根儿没出过门。现在迪沃已经彻底掌控了伯曼和天眼会，核弹般的辐射开始迅速增长。迪沃正在用伯曼释放的辐射当做自己卫星的电池。距离启蒙计划开启只剩12个小时，迪沃已经开启了天眼会的所有防护措施。白瑞也许可以进去，但里面所有人质会被7万伏的电压直接烤成酱香味儿。白瑞想到了一个计划，闪电时间几乎可以静止周围一切事物，在这段时间依靠自带的电流摧毁陷阱就可以救出所有人质，但他只靠一个人，来不及在救走人质后抓住迪沃。凯瑟琳和希斯科决定一起进入闪电时间，他们提前研究了闪电时间。白瑞每次跑步时周围会被神速力包裹，只要把神速力短暂的传输到他们2人身上，白瑞就可以做到不用本人接触就能让他们进入闪电时间。3人立刻开始临阵磨枪。起初的训练并不顺利，普通人想要在闪电时间里自由行走，就必须全神贯注控制自己的身体，有一点失误就会全身麻痹。恰好在这会儿，塞西尔距离生娃也没多久了，他必须留在实验室让凯瑟琳照看。威尔斯和艾瑞斯也没闲着，2个人开始换位思考，冥想一下玛丽兹最有可能出现在什么地方。闪电时间的训练还在进行，慢慢的，希斯科和凯瑟琳掌握了自己的技巧。希斯科可以提前在人质脚下布上传送门，到凯瑟琳这里又出了岔子，一个重心不稳，凯瑟琳猛地被甩了出去，倒地的瞬间，大脑中闪过了童年的记忆，还剩不到10个小时，想要阻止迪沃太难了。白瑞不想让朋友们冒任何风险，训练就频出岔子，实战中随时可能牺牲。他不想看到下一个拉尔夫。希斯科和白瑞大吵一架，一个不想朋友冒险，一个不想朋友孤身奋战。白瑞最终还是尊重希斯科的选择，已经没有太多时间训练了。3个人直接来到了天眼会。踏进天眼会后，他们只有1秒钟的时间解决所有事儿。此时的迪沃已经充电完毕，准备回去发射卫星。踏进口袋维度的瞬间，时间静止了。
白瑞优先依靠电流摧毁了所有的陷阱。希斯科和凯瑟琳按照计划执行任务，完成自己的任务后，白瑞直接冲进了口袋维度。此时，迪沃已经把5颗卫星送上了天，熟练运用每一个超能力。白瑞冲出口袋维度的第一时间，飞奔到了卫星面前。艾米奈特的手雷成功炸毁了1颗卫星，然而迪沃根本不慌。启蒙计划只要开始就不可能终止，如果世界由他统治，6个月内世界就会解除核武器，再也不会有贫困、饥荒、病患，每个人都是小傻瓜，由自己亲自传输知识，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情感的平衡世界。而就算白瑞摧毁了几万颗卫星也无济于事，迪沃早有 B 计划。另一边，凯瑟琳请求希斯科带自己回忆一下童年的记忆，在这段从来没有印象的记忆里，幼年的凯瑟琳就已经变成了冰霜杀手。威尔斯这边也推测出了玛丽兹的位置和迪沃当初相爱的地方，玛丽兹果然在此。看到威尔斯已经逐渐丧失了表达能力，玛丽兹意识到启蒙计划已经快要成功了，他必须阻止迪沃毁灭整个世界。此时迪沃已经启动了 B 计划，实验室的卫星就是他的备用选择。启蒙计划正式开启，暗物质直射天空，将抹除地球所有人的智力。迪沃利用卫星和迪肯的能力摧毁了地球上所有的通讯设备，城市大断电，陷入一片死寂。好在实验室有备用电源，可以暂时坚持一段时间。玛丽兹的加入为白瑞赢得了翻盘的机会。迪沃的一切玛丽兹全部都知晓，打败他只有一种办法，将白瑞的意识传输到迪沃的大脑中。神速力的快速自愈足以帮助白瑞扛住所有伤害，白瑞必须在迪沃的潜意识中找到他善良的一面。想要进行传输，就必须让塞西尔帮忙，他的心灵感应能力是唯一的办法。白瑞坐上了迪沃的轮椅，瞬间来到了迪沃的意识当中，来到了一切的起点巴士。想要找到迪沃善良的一面，白瑞得先去一趟迪沃的家里。房间空无一人，迪沃已经不把家庭当回事了，这会儿还赶上塞西尔要生孩子了，这对白瑞的传输增加了一份额外的风险。最紧张的时刻，威尔斯突然消失了，希斯科找到了房间里的威尔斯，威尔斯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。在最关键的时刻，威尔斯拿出了智力增强器，恳求的目光看着希斯科，希斯科为他戴上了头盔。威尔斯贡献了自己最后一丝智力，猜出了善良的迪沃到底在哪儿。在自己丧失智力之前，威尔斯抱住了希斯科，真诚地说了句谢谢，随后默默地坐在椅子上，变成了个傻子。白瑞顺着威尔斯的提示来到了牛津大学，他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。在这里依旧没有找到迪沃，但他找到了拉尔夫。白瑞控制不住，哭着抱住了拉尔夫。拉尔夫作为迪沃的身体，意识根本没有死亡，而是被迪沃关押在了某个地方。在这段时间，拉尔夫受尽了折磨，他见到迪沃善良的一面。此时迪沃已经意识到了白瑞的存在，在他的大脑里，白瑞根本没有胜算，只可惜迪沃说错了话。 Run, Mr. Allen, run. 迪沃通过白瑞追踪到了其他人的位置，此时的他已经在路上了。来到实验室后，直接被玛丽兹摆了一道屏障，让他无法接近所有人。迪沃也说出了他为什么不偷走闪电侠的超能力，因为他等的就是这一刻。等他们把白瑞送进他的大脑，有了神速力，他便可以知晓所有事儿。玛丽兹将所有人传送到了口袋维度，为白瑞争取了一些时间。此时拉尔夫带着白瑞来到了教室，善良的迪沃已经被杀害，最后一条路已经走不通了，迪沃没救了。希望马上破灭的时候，白瑞闪过了另一个疯狂的想法，这并不是迪沃最后的善良，拉尔夫才是最后的善良。只要把拉尔夫救出去，他就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身体。拉尔夫瞬间恢复了斗志，这些事儿迪沃早有预料。成千上万的迪沃挡在了两人面前，此时启蒙计划已经步入尾声，在迪沃的地盘硬刚根本行不通，他们的每个想法都在迪沃的掌控之中，只能使出拉尔夫 style。拉尔夫脑子里想的全是自助餐，毫无章法的攻击反而起了效果。此时迪沃已经杀到了口袋维度，所有人被瞬间弹飞，只有乔一个人守护着家人。迪沃想利用心灵感应让乔自杀，守护家人的意志力，让乔硬生生地把枪扭向了迪沃的脸，下一秒就被迪沃钉在了地上。白瑞和拉尔夫还在即兴发挥，迪沃的分身越来越多。白瑞背起拉尔夫就冲向了巴士，外面的塞西尔马上就要被迪沃活活掐死。关键一刻，闪电划过了白瑞的眼眸，拉尔夫反抗着迪沃，强行夺回了自己身体。迪沃消失了，启蒙计划却还未停止。玛丽兹越过最后的防线，解除了卫星，城市恢复了光亮，但迪沃并没有死透，他将自己的意识传输到了轮椅上。玛丽兹毫不犹豫地摧毁了轮椅电源。迪沃虽然消失了，他却在临死前改变了卫星的轨道，并且增强了卫星的质量。几分钟内，卫星就会撞击地球，冲击力足以把人类送回原始时代。白瑞必须靠自己摧毁这颗卫星，卫星的碎片让城市陷入恐慌。拉尔夫和希斯科协助疏散群众。白瑞击出自己最强的一击，他娘的音速拳，音爆如同撕裂了天空。白瑞冲上去一拳击中了卫星，但这也并不是正确剧本。随着白瑞的全力冲刺，在他身边出现了另一道紫黄色的闪电，两个人合力击碎了卫星。
白瑞的战衣被高温烧得残破不堪，闪电侠又拯救了世界，塞西尔的孩子也顺利生了下来。随着孩子的出生，他也失去了心灵感应。玛丽兹弥补了自己的过错，走之前留下了能够恢复威尔斯智力的秘密武器。威尔斯的大脑被重新激活，他恢复了自己的记忆和智力，但他忘记了所有关于科技的知识。现在的威尔斯只是一个比普通人聪明一点点的普通人，但他已经不在乎了。对他来说，记起朋友，记起家人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他准备回到地球2，把这份感情带给自己的女儿。威尔斯的故事就到此结束了。平行宇宙万千个威尔斯们，唯有他最特殊。小宝宝的轻声念，沃利不远万里跑回到了剧组收尾，可那道紫黄色闪电依旧让白瑞摸不着头脑。女孩再次敲响大门，在座的每个人都见过她，可女孩带来的不是好消息。她叫诺拉，是白瑞和艾瑞斯的女儿，她扰乱了时间线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！我是瓜皮儿，我们闪电侠第5集见。